萧万平只觉浑身酸痛，骨头都快散架了。这是哪？一段陌生记忆涌入脑海。大燕国八皇子还是个傻子，我穿越了，穿到一个白天吃傻，晚上才能恢复正常的傻子身上。他奶奶的！这俩人非但不尽心，反而心中越来越不满。你瞧这傻子，总算醒了。七皇子带他出去玩，怎么就没把他给直接摔死呢？伺候傻子没好处，还被嘲笑，这日子没头啊！从马上摔下来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那马凳被人动了手脚，是七皇子故意要害我，这一摔把我的癔症摔好了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太子爷在千丈原战死了。这傻子没了靠山，我看啊，离死也不远了。那感情好，我就瞪大眼睛看他什么时候死。行了行了，少说两句，万一被陛下知道，咱们都得玩完。怕什么？这儿又没别人，就这个傻子，他晚上就算清醒过来，也记不得白天的事。好你个死太监，老子第一个就拿你们开刀！愤怒之余，听到太子战死的消息，萧万平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悲伤。兄长也战死了，接下来的路只能靠我自己了。不行，必须继续装疯卖傻，猥琐发育，得掌权，掌兵权，得想办法不动声色地离开这星阳城。来人正是七皇子萧万荣，他手里拎着酒壶，昨日刚设计想摔死萧万平，今天就迫不及待的又来了。你们都给本皇子下去！是。七皇子。萧万平立刻换上一副痴傻模样，双眼无神地望着屋顶。萧万荣一屁股坐在床边，挑衅地朝着萧万平脸上呼地吹了口酒气。你这傻子，命还真大，居然没把你摔死。你再吹一下试试，老子第一个就拿你开刀。好渴，好渴，我要喝水。你知不知道，太子死了，他死了！哈哈哈哈！萧万荣放肆大笑，发泄着多年来被太子压制的怨气。丽妃那个贱人，让父皇瞎眼立他儿子为太子。现在好了，你兄长战死，本皇子要让你往后生不如死。萧万荣说着，突然一把扯开萧万平的外衣。呀，差点忘了，来，七哥看看你伤哪了，老子先让你在宫里丢尽脸面。他想让我裸奔，不行。萧万平看到旁边桌上未熄灭的蜡烛，又瞥了一眼萧万荣手中的酒壶。水，我要水。要水是吧？来，喝，给本皇子喝。萧万荣拿起酒壶，对着萧万平的嘴猛灌。可，是烈酒，能点着火的那种，你死定了。辣，好辣。萧万平假装手舞足蹈，一把将酒壶打翻，正好全都洒在了萧万荣的下半身。好你个傻子，这可是雨露酒坊的酒，一壶100两，还我酒来。辣，好辣。萧万平挥舞的双手不经意间打翻了桌上的蜡烛，烛火正好掉在萧万荣湿透的裤裆上，轰的一声，火焰瞬间燃起。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萧万荣慌忙站起，对着自己的裤裆一阵猛拍。着火了，着火了！七哥，你别怕，我帮你灭火。萧万平翻身下床，一把将萧万荣推倒在地。他抬起右脚，对准萧万荣燃烧的裤裆，狠狠踹了下去。灭火，我帮你灭火，都别拦着我！啊！你个傻子，快停脚！啊！我的！萧万荣话没说完，已经疼得晕了过去，裤裆渗出血迹。萧万平这才停下脚，见四下无人，他蹲下身扒开萧万荣的裤子。居然还有一个没碎。萧万平抬脚又补上致命一击。阿达2颗全破。萧万平心满意足地站起身。闹出这么大的事，父皇至少会把我逐出皇宫了吧？计划第一步成功。门外传来脚步声，2个太监急匆匆闯了进来。太监甲和太监乙看到昏迷在地，裤裆还在冒着白烟的萧万荣，大惊失色。火，有火，快救火！2个太监的目光顺着萧万平的手指看去，正好看见萧万荣裤裆下的一片血迹，瞬间捂住嘴巴。啊！七皇子被这傻子给打了！你这傻子竟敢殴打七皇子，你这次死定了！太监乙眼中闪过一丝兴奋。快去禀告贤妃娘娘，就说八皇子无故袭击了七皇子，伤势颇重。贤妃是七皇子萧万荣的生母，在太子生母丽妃死后，最得景帝宠爱。好，我看这次还有谁护着他，真是老天开眼，终于不用待在这鬼地方伺候这个傻子了。2个太监相视一笑，兴高采烈地携手跑了出去。贱奴，为了自己脱身，竟然敢搬弄是非，陷害我！等我收拾完萧万荣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们2个。
景帝坐在龙椅上，面容憔悴，眼角甚至还挂着泪痕。太子挂帅出征，却被北凉所杀，连尸身都被掳走。这位喜怒无常的皇帝，此刻也难掩悲痛。众卿，太子挂帅出征，被北凉所杀，连尸身都被掳走。你们说说，接下来该如何是好？陛下，臣以为太子虽遭俘遇害，但我军根基尚在，当务之急是重选主帅，进击北凉，夺回太子尸身，为太子报仇。不可，太子被杀，我军士气已丧，若再进击，只是送死。况且东边还有魏国虎视眈眈，若他们趁机发兵，我大燕如何自救？我朝太子被杀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这让天下人如何看待我大燕？天下人如何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得保存实力。陛下，若退兵，则等于战败，燕云之地恐怕会落入北凉之手，请陛下三思啊！丢了燕云之地，总比丢了大燕江山社稷要好。陈时起，你休要危言耸听，朝中就是有你这等怯懦之徒，才导致我大燕文强武弱，满朝文武竟无一将可出征，只能让太子亲征。如今太子被杀，你还想着龟缩一隅？柳尚书，不是说话大声就能赢的，本官只是为了大局着想。大局？哼，大局就是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说得轻巧。若晋级北凉魏国来袭，柳尚书你愿意披挂上阵吗？只要陛下一声令下，老臣愿为国战死沙场。陈时起被噎得一愣，无言以对。陛下，请退兵。进击。退兵。进击。行了，这是朝堂，不是菜市场。景帝陷入沉思，殿外侍卫匆匆来报：启禀陛下，贤妃娘娘有事求见。正在商讨国事，他来掺和什么？让他滚！陛下，贤妃娘娘说八皇子把七皇子踢成了重伤，求陛下做主。什么？老八把老七踢成重伤了？殿内百官顿时一片哗然，开始交头接耳。众人碍于皇帝颜面，不敢说出傻子二字，但脸上的震惊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一个傻子怎么能把一个正常皇子踢成重伤？把贤妃带上来。贤妃哭哭啼啼地冲进大殿，身后两个侍卫抬着担架，上面躺着眼神空洞、一脸生无可恋的萧万荣。陛下，请替臣妾做主啊！陛下，陛下，这里是太极殿，哭哭啼啼成何体统？究竟怎么回事？说。陛下，蓉儿今天好心去探望八皇子，没想到被他一顿毒打，还踢伤了裆部，请陛下严惩八皇子。他一个傻子，你跟他计较什么？贤妃见景帝想偏袒，立刻跪着向前爬了2步。陛下，刚才御医看过了，蓉儿受的是重伤啊，恐怕以后行房都有问题了，你让他还怎么活啊？此话一出，景帝脸色终于变了，郑重地看向担架上的萧万荣。陛下，微臣请求严惩八皇子。陈时起不仅是礼部尚书，更是贤妃的父亲，萧万荣的外祖父。听到外孙被打成了太监，他如何能不怒？陈时起一派的官员立刻纷纷站出附议。陛下，袭击皇子乃是死罪，请陛下严惩八皇子。不错，就算他有病症，但也不能免罪，否则我大燕律例岂不成了笑话？八皇子白日里疯疯癫癫，有辱皇室威严，如今又踢伤七皇子，恳请陛下将其废为庶民，逐出皇室。请陛下惩治八皇子。景帝脸色铁青，目光冰冷地扫过众人。陛下，老臣以为八殿下身患疫症，神志不清，不可以常规法度量之，还请陛下三思。父皇，请为儿臣做主啊！老八他就是故意的。蓉儿都伤成这样了，若陛下不严惩八皇子，臣妾就一头撞死在这殿上。行了行了，来人，去把老八给朕找来。面对重伤皇子的死罪，萧万平早有预料，他此番前来就是要让景帝看清真相。火，好大的火！他在殿中乱窜，一会儿扯扯这个大臣的官帽，一会儿又拍拍那个大臣的后背，引得众人纷纷嫌恶的躲避。老八，过来！萧万平毫无反应，继续疯跑。万平，给朕过来！连名字都叫出来了，看来是真生气了。
老头，你叫我？对，叫的就是你。过来。哦，来了来了。景帝想起了过世的爱妃。老八，你为什么踢伤你七哥？还不是他居心叵测，自己作死。献丑呗。水，我要喝水。火，着火了，快救火啊！什么水啊？火的，你慢慢说。陛下，八殿下身患疫症，词不达意，还是让七皇子说吧。满朝文武都知道，八皇子白天疯癫。老七，你说。父皇，儿臣昨日带八弟去狩猎，儿臣今日好心去探望，没想到他一见儿臣就把我推倒，抬脚就乱踢，儿臣苦啊，请父皇为儿臣做主。哭什么？回头让父皇另行安排清闲差事。陛下，八皇子虽有救急，但素来行事克制，从未无故伤人。此事前因后果未查明，恐另有隐情，还请陛下详查。这位老臣冷静，话说的有理有据，不偏不倚。柳成坤，伤人便是伤人，还能有什么隐情？难道你的意思是七皇子虚言不成？柳成坤出身太子一系，陈时起是七皇子外祖。陛下，事发时摘星院有2个内侍在场，传他们上来对质便知。那2个太监怕是早就被你收买了吧？好，传那2个内侍。片刻后，2个太监被带上大殿，瑟瑟发抖地跪在地上。奴才参见陛下。朕问你们，今日之事到底怎么回事？回陛下，七皇子好心探望八皇子，八皇子突然发疯，对着七皇子猛踢，奴才想拦都拦不住，赶紧禀告贤妃娘娘。陛下，就是这样的，我们俩亲眼所见。景帝走下龙椅，逼近2人。事发时你们也都在房里？回陛下，我们俩都在，亲眼目睹了这一切。好啊，这2个死太监果然被收买了。陛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事情已很清楚了，请陛下为七皇子主持公道。陛下，请为我们母子做主啊！请陛下秉公办理，严惩八皇子。你们这帮人，老子都记下了。萧万平知道不能再装下去了。火，快救火！别拦着我，我要救火！再不给点提示，自己真要被坑死了。大理寺卿裴庆见状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。陛下，八皇子好像在说要救火。哼，一个疯子的话你也信？陈爱卿，注意你的言辞。陛下，微臣失言，心中愤慨，乱了方寸，请陛下恕罪。裴爱卿，你有何话说？请陛下容许微臣查探1、2。好，你尽管查。此刻阻拦，岂不就是心里有鬼？裴庆先是走到萧万荣跟前，俯身仔细查看他裤腿上的痕迹，又走到萧万平身边，目光落在了他的脖子上。陛下，事情的原委，微臣大概猜到了。说。七皇子酷爱烈酒，人尽皆知。想必七皇子想给八皇子灌酒，八皇子挣扎之下打翻了酒瓶，烈酒洒在七皇子身上，八皇子又慌乱中打翻烛火，引燃了七皇子裤腿，一心只想着灭火，所以才不断猛踢七皇子的下身。陛下，事情大致如此。这家伙仅凭蛛丝马迹就还原真相。萧万荣更是目瞪口呆，那2个做伪证的太监已经吓得面如土色，双手不停地发抖。面对裴庆有理有据的推理，景帝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。这么说，是你欺辱老八在先？父皇，裴庆简直是一派胡言，儿臣哪敢欺负老八？明明是他故意踢伤儿臣，请父皇明察。陈时起见势不妙，立刻站出来威胁裴庆。裴大人，你说这些话可有凭据？若只是猜测，那可是欺君之罪，望你慎言。大理寺长天下刑狱，微臣自然不敢妄言。这么说，你有证据了？裴庆自信一笑，直接走到萧万荣身边，指着他的裤子。七皇子的衣裤有浓烈的酒味，还有烧焦痕迹，这是其一。接着，他又来到萧万平身边，指着他脖子上的勒痕。八皇子的脖子有掐痕，这是其二。其三嘛，就是八皇子进殿后一直喊着口渴要喝水，紧接着又喊到要救火。事实很清楚，那就是八皇子要喝水，七皇子以烈酒强灌，八皇子挣扎打翻了酒，不小心点燃了火焰，而后他只想救火，所以用脚乱踢，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。简直一派胡言！你如何断定他脖子上的掐痕就是蓉儿所致？
回贤妃娘娘，八皇子脖子上的掐痕有个扳指印，而恰巧七皇子左手拇指也带着一个玉扳指，只要两相一比对，就能证明微臣所说真假。来人！两名侍卫立刻上前，按住挣扎的萧万荣，将他带着扳指的左手拇指比对在萧万平的脖子上。回陛下，痕迹吻合。好个老七，竟学会了恶人先告状。父皇恕罪，恕罪。八弟说口渴，儿臣只是想与他分享美酒，别无他意啊。事到如今，萧万荣也不敢再强行狡辩。别无他意，你当朕跟他一样是傻子吗？喂，骂人就骂人，比喻能不能别扯上我？东宫之争，你输给了太子，而今太子战死，你就迫不及待找老八报复。别以为你这点小心思朕不知道。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天天只知道喝那几滴马尿，现在好了，他自己喝成太监了，看来朕还得腾出一个内侍官的职务给你。萧万荣吓得一句话不敢说，只是一个劲的磕头。夫总算洗清嫌疑了，这死罪是免了。不过我闹出这么大事，父皇多少也得治我的罪吧？萧万平一脸期待地看着景帝，等着被发配边疆。还有你，贤妃不好好管教老七，成天搬弄是非，还想陷害老八，你是何居心？陛下，是臣妾一时失察，请陛下降罪。一时失察？哼，我看你是处心积虑。我问你，昨日老八坠马是怎么回事？哟，看来你心里跟明镜似的。既然知道我坠马有蹊跷，昨天怎么不追究萧万荣？萧万平瞬间明白，虽然景帝对自己有点偏爱，但终究还是更看重那些正常的儿子。看来必须得离开皇宫，发展自己的势力，在这里根本没法施展。坠马，这是八皇子自己不小心的，与臣妾无关啊。老七，你来说。父皇，八弟真的是自己不小心坠的马，随行侍卫都可以作证。景帝冷哼一声，似乎不愿再追究此事。你们两个贱奴，口口声声说在房间里，为何看到的与裴庆说的不一样？陛下，奴才。那太监的眼神偷偷往贤妃身上瞟。够了，明明是你们常年服侍老八，心生怨气，此时故意捏造谣言陷害，想换个主子，是也不是？不是这样的，陛下，是贤。还敢狡辩！来人，将他们舌头割下，再拖出去，杖毙。明白了，这是故意不想让他们招出贤妃，说到底还是偏心啊。侍卫二话不说，抽出佩刀，当堂割下两人的舌头。大殿内顿时鲜血四溅，惨叫声不绝于耳。哼，死太监，这就是得罪老子的下场，痛快！两人腾晕过去，被侍卫拖出太极殿。景帝走到萧万荣母子身前，你欺辱老八在前，老八也只是好心救火，非故意伤人，此事就此接过，可有异议？贤妃知道景帝这是在给他台阶下。臣妾无异议。你呢？臣也没异议。凤卿家还有何异议？百官纷纷低头，连陈时起也不敢多言。圣上英明，臣等没有异议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算计老八在先，老八踢伤你在后，此事就算扯平了。往后若还有报复之举，朕绝不轻饶。臣妾明白。臣遵旨。下去吧，找几个太医好好看看。我尼玛，我把你儿子都踢成太监了，你还不治我的罪？庸俊，绝对的庸俊。看来想光明正大离开皇宫是没那么容易了。萧万荣被重新抬上担架，在贤妃的陪同下离开。母子俩经过萧万平时，同时投来饱含杀机的眼神。火，不要灭火，快救火！萧万平疯疯癫癫地追在萧万荣的担架后面，跑出了大殿。朕前世是造了什么孽，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傻儿子？萧万平刚跑出大殿，就听到里面传来景帝洪亮的声音：传旨，命大军暂时驻守千丈原，不退兵也不进击，待敲定主帅人选，再行定夺。太极殿外，两个太监被打得血肉模糊，已经没了气息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在侍卫的护送下，萧万平回到了冷清的摘星院。景帝这老狐狸，虽然偏袒我，但对贤妃那贱人同样宠爱。为了保住贤妃，不惜当堂杀人灭口。他分析着当前的局势。现在萧万荣被我废了，贤妃母子却没受惩罚，以他们性子，绝对会报复。我无权无势，必须离开皇宫，在外面发展势力，看来还得再闹大一点。不过这分寸得拿捏好，万一玩脱了，
老狐狸直接把我咔嚓了，那就亏大了。退朝后，大殿只剩下景帝和贴身太监魏红。魏红，今天这事儿你怎么看？陛下，老奴不敢妄议朝政。少来这套，朕让你说，你就说。是，奴才觉得陛下圣明，命大军暂时驻守千丈原，此乃万全之策。停，跟朕装傻是不是？朕问的是老八的事。哦，八皇子啊，八皇子他患了癔症，踢伤七皇子，确实情有可原。魏红摸不准皇帝的心思，只能说些不痛不痒的场面话。这老八昨天刚被老七算计，今天就把老七给废了，这怎么看都像是蓄意报复啊！呀，陛下的意思是八皇子在装傻？装傻倒不一定，只是他的病是不是好了点，可就说不准了。陛下说笑了，如果八皇子病好了，那他干嘛还继续装傻呢？问得好，如果他真是装的，那他图的是什么？看到景帝眼中闪过的戾气，魏红吓得不敢再接话。老八那2个内侍不是被杖毙了吗？去，这次挑2个机灵点的宫女去伺候他。魏红心领神会，这是要派人去监视八皇子了。老奴遵旨。你知道该怎么做。陛下放心，老奴明白。储秀宫内，萧万荣躺在床上，痛苦的哀嚎。萧万平，本宫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。太子战死，他本以为儿子的机会来了，可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。一个太监绝无可能登上太子之位。主子，那边来人了。什么事？说是陛下重新给八皇子挑了2个宫女去伺候。宫女？陛下对那个傻子还真是上心啊！主子，来人还说这2个宫女是他亲自挑的。亲自挑的？贤妃先是一愣，随即恍然大悟，脸上露出狂喜。这是在暗示我可以借这2个宫女的手弄死那个小畜生。去，把那2个宫女悄悄给本宫带过来，记住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是。等等，算了，本宫亲自去见他们。萧万平正享受着难得的清静，门口突然传来脚步声，他立刻坐回床头，眼神变得呆滞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八殿下，这是陛下新赐给您的2个宫女，好生伺候八殿下，不得有半分懈怠，听见了吗？是，公公。魏红走后，2个宫女立刻变了脸。真是抖了8辈子血霉，居然被派来伺候这个傻子。别抱怨了，你也知道这日子不用熬太久。这倒也是。2人相视一笑，笑容阴森可怖。萧万平心中顿时一紧，看来这2人是来者不善啊。御膳房送来了晚膳，1碗肉羹，2个包子，2碟菜。萧万平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饿，我饿，我要吃饭。哼，这么着急送死，那就成全你。他从怀中取出1颗红色药丸，迅速扔进肉羹里，用勺子搅了搅。下毒了，贤妃这贱人果然动手了。哎，殿下，吃吧，吃饱了好上路。这羹肯定不能喝，怎么才能既不喝羹又能套出他们的话？有了，喂，我。好好好，本姑娘今天就伺候你一回。他舀起滚烫的1勺肉羹，直接往萧万平嘴里塞。噗，好烫，好烫啊！着火了，着火了！肉羹全喷在了宫女甲的脸上和身上。你这个疯子，怎么办？贤妃娘娘给的3尸丹刚好是半个月的量，现在撒了1天的，药效还能起作用吗？3尸丹。萧万平心中怒火中烧，这3尸丹连服半月，尸虫便会在脑中成型，啃食脑髓，致人暴毙，而且死因根本无从查起。贤妃，又是你这个毒妇！踢残你儿子还不够，这教训太轻了。贤妃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老子今天就玩死你！2个宫女以为萧万平依旧痴傻，晦气，要是让贤妃娘娘知道。怕什么？不是还有14颗吗？一会儿再拿1颗出来让他吃了就是了。2人没注意到，萧万平已摸出匕首，匕首在昏暗的烛光下闪着寒光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傻子有什么特别的？贤妃要毒死他，魏总管也时刻禀报。就是一个傻子而已，搞得跟如临大敌似的。什么？魏红也要知道我的一举一动？他是父皇贴身太监，监视我有何好处？难道是父皇的意思？
萧万平心中一沉，瞬间感到一阵寒意。父皇怀疑我装病或魏红氏眼线，先保住命要紧，我玩不过你们。宫女已倒了一杯水，扔进红色药丸，抓住他，直接灌进去。这不太好吧？万一他突然清醒，怕什么？离日落还有1刻钟，就算他清醒了，也记不得什么。动手！两人下定决心，逼近床边的萧万平。乖，八殿下，把这杯水喝了，姐姐带你去玩好玩的。突然，床上的萧万平眼神瞬间恢复清明。玩什么？两个宫女吓得浑身一哆嗦，猛地后退了2步。殿下，别晃了，不是要喂我吃30丹吗？赶紧的，本殿下正好渴了。听到这话，两个宫女吓得魂飞魄散。啊！你不是傻子？你他娘的才傻！萧万平猛地从床上一跃而起，抽出藏在身后的血月刃。杀人了！他双腿发软，动弹不得。萧万平拔出匕首，血月刃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匕首划破了宫女乙的喉咙，她的尖叫声戛然而止，捂着脖子倒在地上。贱婢，真当老子好欺负！萧万平在宫女的衣服上擦干血月刃上的血迹。院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八殿下，你没事吧？糟了，是巡逻的风铃卫。萧万平冷静下来，拖尸体到床下，他脱下沾血的外衣，盖住地上的血迹。做完这一切，他立刻换上痴傻的表情，跌跌撞撞地冲出房门。姐姐，等等我，我要跟你们去找吃的。等等我啊！果然，一队风铃卫正走进院子，为首的正是队正独孤幽。独孤幽一把拉住撞入疯癫的萧万平。八殿下，我听到房里有动静，没事吧？萧万平根本不看他，只是直勾勾地望着摘星院的出口。肚子饿，我要跟姐姐去找吃的。找吃的。独孤幽打量着浑身沾满菜叶汤汁的萧万平，风铃卫忍不住露出嫌弃的表情。独孤幽朝一个手下使了个眼色，那人立刻跑进萧万平的房间。千万别进去搜查。幸好那名风铃卫只是推开门朝里看了一眼。头，想必是这位殿下打翻了饭菜，下人重新去御膳房取膳了。慎言，无论殿下如何，他始终是皇子，记住我们的身份，是属下知错。独孤幽转过头，对着萧万平恭敬的一拱手。殿下，既然没事，我等继续巡逻了。这人倒是有些不同。独孤幽带着风铃卫离开，天色彻底黑透。他娘的，终于不用装了，装疯卖傻真不是人干的活。他迅速跑回房间，将床底的2具尸体拖到隔壁空着的下人房。他从一个宫女身上搜出剩下的30丹，他在另一个宫女的腰间摸到了一个硬物，掏出来一看，是一个水晶玉镯。这么贵重的玉镯，价值1000两，绝不是一个宫女能有的，这一定是贤妃那个蠢货给的，活该你倒霉。萧万平打开窗户，毫不犹豫地将玉镯扔到了摘星院的后墙外。回到自己房间，他找出摘星院里储存的全部火油，一部分倒在地上，一部分涂抹在幕墙上，又将桌椅布幔等易燃物堆在上面。他在一滩火油旁点燃了一根蜡烛，蜡烛燃烧到地面，大约需要2刻钟。现在是时候去算账了。夜幕降临，萧万平来到储秀宫外，他知道自己白天疯癫，晚上正常的设定去探望七皇子萧万荣，合情合理。门口的3个宫女见到他，立刻开始窃窃私语。哟，这傻子居然还敢来！就是，不怕主子剥了他的皮吗？小声点，现在是晚上，他神志正常，万一告咱们个大不敬都完了。大不敬，咱们可是贤妃娘娘的人，他敢动我们，太子都死了，他一个傻子算个屁！不敢动你们。萧万平心中冷笑，决定给这群狗仗人势的奴才一点颜色看看。萧万平猛地大步上前，啪一声脆响，他抬手狠狠一巴掌扇在宫女甲脸上，紧接着他飞起一脚将宫女乙踹飞出去，最后他一个抬膝狠狠顶在宫女丙的腹部，3个宫女瞬间倒在地上痛苦哀嚎。谁给你们的狗胆，竟敢当面妄议本皇子？3个宫女捂着脸和肚子，满眼震惊地看着萧万平。区区贱婢，就算本殿下得了议政，也轮不到你们来议论。我若将今日之事告知父皇，你们猜他会怎么处置你们？一句话就让3个宫女想起了那2个被割舌杖毙的太监，他们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3人立刻跪在地上不住磕头。奴婢失言，请殿下恕罪。奴婢再也不敢了。既然失言，那就自己张嘴。 3人不敢违抗，只能抬手对着自己的脸左右开弓。啪啪
啪！清脆的巴掌声在宫门口回响。用点力，没吃饭吗？不准停！3个宫女只好加大力道，很快脸颊就高高肿起。哟，八殿下好大的威风啊！娴妃从宫门内走了出来，3个宫女立刻爬到她脚边。主宰，他行了，当面议论皇子，八殿下让你们掌嘴，已经是法外开恩了。滚下去！3人连滚带爬的跑了。娴妃看似在给萧万平面子，实则是在保下自己的狗。见过娴妃娘娘。萧万平抬头，正好对上娴妃那双充满杀意的眼睛。八殿下来此，所为何事啊？听说我白天发了疯，踢伤了七哥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特地来探望一下。不劳八殿下挂心，蓉儿她好得很。真的吗？我可听说都踢破了，这还能好得很？萧万平，你到底是来探望，还是来看笑话的？对，老子就是来看笑话的。此言一出，娴妃当场愣住，这傻子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你好大的胆子，这是挟私报复，你就不怕我禀明陛下吗？挟私报复，说到这，本殿下倒要问问娴妃娘娘，那三尸丹是怎么回事啊？三尸丹3个字一出，娴妃脸色瞬间惨白。怎么可能？这才不到半天，事情就败露了。那2个蠢货，什么三尸丹，本宫从未听过。是吗？那这个香囊，娴妃娘娘应该很面熟吧？娴妃当然面熟，这正是她亲手交给宫女用来装毒药的香囊。萧万平从怀里掏出一个香囊，在指尖晃了晃，娴妃下意识地伸手去抢。怎么想毁灭证据？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行了，明人不说暗话。你派来的那2个宫女比我还傻，居然敢在日落之后对我下药，被我抓了个正着。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说要是父皇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样？景帝白天刚警告过他，晚上就顶风作案，这可是欺君之罪。娴妃想到这里，后背瞬间冒出冷汗。儿子已经废了，要是自己再失宠，那可就全完了。你想怎么样？哟，总算承认了。少废话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萧万平伸出5根手指，在娴妃面前晃了晃。你要钱？废话，老子要养兵，没钱怎么行？今天就从你这贱妇开始。太子哥哥战死，我没了倚靠，不搞点钱防身怎么行？500两，只要你把香囊给我，我立刻给你。500两，娴妃娘娘，你打发要饭的呢？5000两，5万两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5万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本殿下现在就是在抢，你能奈我何？没有，1分钱都没有。面对萧万平的狮子大开口，娴妃当场拒绝，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。好，我这就去见父皇。慢着！娴妃背对着萧万平，胸口剧烈起伏，显然在强行压抑怒火。怎么样，娴妃娘娘，我时间可不多。空气沉默了几秒，娴妃肩膀一垮，彻底没了气势。你在这等着。说完，娴妃黑着脸走进了内殿。不一会儿，她拿着一件金光闪闪的东西走了出来。这是云凤金头钗，陛下赏赐的，不是隆重场合，本宫都舍不得戴。就这破玩意儿，值5万两。你懂什么？将坐监981天，数百根金线，那块玉更是罕见的羊脂玉，就算拿到黑市，也不值5万两。说的这么玄乎，管他呢，先拿到手再说。那就多谢娴妃娘娘了。如果还有差价，本殿下一定再来找你补上。你这哪里是皇子，这分明就是个土匪！可以把那香囊给我了吧？拿去。娴妃一把接住香囊，立刻打开检查。那2个宫女呢？放心，没了这物证，就算他们供出你，你也可以矢口否认，不是吗？娴妃沉思片刻，看着萧万平那张欠揍的脸，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没什么事，本宫就不送了。好的，替我问候七哥。你滚！萧万平嘿嘿笑着，大步流星地离开了储秀宫。他前脚刚走，储秀宫里就传来了噼里啪啦砸东西的声音。想杀我？区5万两就想了事？别急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揣着价值5万两的金钗，萧万平心里舒坦多了。虽然这点钱对争夺天下只是杯水车薪，等顺利出了宫，这些钱足够养活死士了。兄长，你胸有万谋，怎会轻易中了埋伏？按下心中的疑惑，
萧万平加快脚步，往东宫走去。那里有他唯一挂念的人。东宫门口，卫队进阶挂白，临时灵堂已经设好。见过八殿下，嫂子和凡儿呢？在里头。那美妇便是太子妃苏锦英，男孩使者萧英凡。见过殿下。苏锦英闻声侧头看了萧万平一眼，萧万平神色肃穆，拿起3炷香点燃。兄长，我来了，我一定将你的尸身讨回。风光大葬，北凉的亡国倒计时从现在开始。萧万平磕了3个头，起身走到苏锦英身边。叔父，哇！见到最亲近的叔父，萧应凡再也绷不住了。长嫂如母，苏锦英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他15岁重病，是嫂子悉心照料才捡回一条命。东宫属官们见状，默默退到一旁。诸位辛苦了，都先去歇着吧。太子妃节哀。众属官行礼后，悄然退下。叔父，我以后没父亲了。英凡，以后有我叔父在，定不会让你们母子受了委屈。良心怎么跟你说的？男儿有泪不轻弹。我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哭。萧英凡咬着牙，用袖子胡乱擦干眼泪，努力止住抽泣。嫂子，他还是个孩子。李兄长像他这个年纪，已经能上马拉宫了。虎父怎能生犬子？萧万平讪讪一笑，不敢再犟嘴。英凡，去把门关上。是，娘亲。这是有要紧事。殿下，你闯大祸了。嫂嫂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太子刚刚战死，你转头就把七皇子踢伤，他们那一党的人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苏锦英虽然身居东宫，但对局势了如指掌。嫂嫂果然聪慧，消息也灵通。嫂嫂，你也知道的，我白天犯病时，疯疯癫癫的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干了啥。萧万平不想这么快暴露自己已经痊愈，这对孤儿寡母也是一种保护，免得连累他们。唉，如今东宫之位空悬，3皇子、5皇子肯定会再次跳出来争夺，咱们处境更艰难。萧万平一脸懵懂。嫂嫂，他们争他们的，跟我们有啥关系啊？你怎么就不懂呢？无论谁当上新太子，都会清算旧太子一党，这是历朝历代都改不了的规矩。更何况之前争夺太子之位，3皇子、5皇子都在你兄长手上吃了大亏，这个仇他们一定会报复回来的。父皇最疼兄长，肯定不会让你们母子受委屈的。我是担心你啊。我一个傻子，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？我对他们又没威胁。你怎么就说不明白呢？我一个没留神，你差点就被萧万荣从马上摔死，你说我怎么顾好自己？听到这话，萧万平心中一暖，苏锦英是真的把他当成自家人在关心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差点就想说出真相，但还是忍住了。总之，往后我会注意的，嫂嫂放心。萧英凡在一旁听着两人的对话，似懂非懂的眨巴着眼睛。罢了，我让你见一个人。什么人？苏锦英对着空无一人的角落，轻轻拍了2下手掌，咻的一声，一道黑影凭空出现在萧万平面前。你是人是鬼啊？这灵堂里根本没感觉到还有别人，忽然冒出一个人，把萧万平汗毛倒竖。赵13见过八殿下。萧万平这才定睛细看，发现来人一脸坚毅，但脸色发白，嘴唇干裂，一道刚结痂的刀疤从他眉骨一直划到嘴角，看着十分骇人。赵13，他是你兄长的暗卫，刚从千丈原战场回来，4个暗卫里他武功最强。萧万平心中一动，他知道兄长有4个武功高强的暗卫，神出鬼没，能在守卫森严的。你从千丈原回来的？是。那你跟我说说，我兄长究竟是怎么战死的？太子是被人出卖了。被人出卖了？萧万平本就怀疑兄长文韬武略，用兵如神，怎么可能轻易中了谋？果然，这其中有鬼。说，究竟怎么回事？我军与北凉对峙，太子在千丈原发现一条秘密小道，计划亲率5万精锐绕到敌后，奇袭粮草大营，此举本可大获全胜。说到这里，赵13停住了，拳头紧握，眼中燃起不甘的怒意。结果在小道上遭遇了埋伏。是，这条小道极为隐秘，若不是我们军中出了内鬼，提前泄露消息，北凉绝不可能在那里设下天罗地网。萧万平怒火中烧，猛地转头看向赵13。其他3个暗卫呢？都战死了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没死？在萧万平看来，
身为太子的贴身暗卫，就该视死不准。为何其他3人都死了，唯独他活了下来？殿下，不可如此无礼！萧万平一愣，看来这赵13在东宫地位不一般，连太子妃都对他礼让3分。属下本欲与太子同死，奈何太子以死相逼。以死相逼？太子自知已无生路，他命令我必须杀出重围，回京保护殿下您的安全。他言，若我不从，他便当场自刎。那种情形，就算赵13留下，也只是多一条冤魂，于事无补。听到这里，萧万平的心像被狠狠揪住。兄长在临死之前想的竟然还是自己这个弟弟。他瞬间明白，以赵13的武功，独自脱身不难，但若想带上太子，必定双双殒命。他脸上那道狰狞的心伤，就是突围时留下的铁证。嫂嫂，你早就知道这一切了。他终于明白，为何进灵堂时，嫂嫂眼中没有悲伤。原来他的心里早已被仇恨填满。赵13是2个时辰前刚到东宫的，我也是刚刚才得知此事。嫂嫂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要不要立刻禀告父皇？军中出了奸细，连太子都未能察觉，可见此人隐藏极深。现在去告诉陛下，只会打草惊蛇。萧万平重重点头，这想法与他完全一致。帝王心术深不可测，在没有确凿证据前，绝不能轻举妄动。嫂嫂说的对，此事若告知父皇，他必定下令彻查。那奸细有了防备，再想揪出来就难了。此事你不用管，我自会暗中调查。你现在唯一要做的，就是顾好自己，别再惹祸。殿下，太子临终前还有一件东西，命我务必亲手交给您。什么东西？赵13从怀中掏出一本泛黄的册子，递给萧万平。这册子一看就有些年头了，页面发黄，字迹都有些模糊不清。天机8。萧万平翻了2页，纸张几乎都粘在了一起，根本看不清写的啥。小心点，我观这东西不简单，书名应该是天机18局。天机18局？这书哪儿来的？挖掘行军小道时，我军发现了一个墓葬，这册子就是从里面的棺椁里得到的。墓葬？谁的墓？不知道。整个墓葬占地方圆近10里，没有任何碑文记载，只有无数奇珍异宝，还有这本册子。看来这本册子很紧要啊，不然我哥也不会让你千里迢迢交到我手上。赵13深吸一口气，看了看萧万平和苏锦衣。太子看完这册子，只说了一句：得此书者，能掌天下权柄，执天下牛耳。什么？就这本破书这么厉害？墓葬中所有金银珠宝都被堆砌一旁，唯有这本册子随主人贴身收藏。可我都这样了，我哥把它交给我又有什么用呢？赵13似乎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，一点也不慌。太子临终前给太子妃和你各带了一句话。他让我无论如何都得想办法治好你的癔症。听到这话，萧万平心中一酸，他那兄长临死前没给自己的老婆孩子留下别的话，心心念念的竟然还是他这个弟弟。平凡都7岁了，过几年交给他不就行了？可他没有，还把最得力的暗卫留给我。哥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怕辜负你啊。那我哥要给我带的话呢？他说，皇室无情，敢有挡路者，不管是谁，莫犹豫，杀之。灵堂里顿时鸦雀无声，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我明白了，兄长这是要让我夺嫡啊，甚至是造反。给我书，给我人，还要嫂嫂治好我的病，最后再补上这么一句狠话，这意图也太明显了。嫂嫂，我看这书还是给英凡。他还小，等他长大，恐怕咱们一家子都尸骨无存了。他正犹豫要不要摊牌，告诉他们自己走就好。殿下，当然不让，别再犹豫了。至于你的癔症，不用担心。听说最近魏国出了个鬼医，我已经派人去找了。鬼医？对，他是魏国人，据说医术已经到了化境，能医活死人，任何疑难杂症都不堪一击。医活死人，这也太扯了。不过既然有这传言，说明这鬼医肯定有2把刷子。见萧万平还在犹豫，苏锦衣急了。殿下，当仁不让，别再犹豫了。我犹豫的不是要不要夺权，而是要不要告诉你们，我病早好了，穿越一回，玩弄天下，登上95之尊。这种事想都不用想，干就完了。萧万平缓缓将那本天机18局收入怀中，收敛笑容。
我想看看你有什么本事，可以在皇宫里保护我，又不被发现。苏锦英一听这话，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。他知道萧万平这是答应了。守护太子15年，除非我主动现身，否则从未被人发现过踪迹。口说无凭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话音刚落，咻的一声，赵13已经消失在原地。我就在灵堂中，殿下大可来找我。我就不信了，这么个3、4丈的小房间，还找不到你。萧万平开始在房间里兜圈子，搜遍了每个角落，房梁、案桌底下，甚至连兄长的棺材都打开看了看。真见鬼了！下一刻，赵13再次凭空出现在他眼前。你会隐身术不成？会，只是我身法快罢了。你究竟是怎么躲过我的眼睛？起初我的确在房里，等你搜完案桌底下，我又到了案桌底下，那里你看过，自然不会再查了。好啊，不仅有勇，而且有谋，我信你了。他已经是4品巅峰高手，宫中除了风灵卫大将军，没人能发现他。你放心便是。至于他的忠诚，苏锦英停顿了一下。萧万平知道，聪明的嫂嫂这是看穿了他的顾虑，自己所谋甚大。这赵13又是唯一从战场回来的暗卫，确实得防着点。这么说吧，如果一个人背叛了太子，那我宁愿相信是我，也绝不会怀疑赵13。萧万平一怔，太子妃能说出这么重的话，这赵13和兄长的关系看来不一般。你跟我哥到底有什么渊源？这些事待你事成，我自会告知殿下。既如此，那往后就有劳赵兄了。太子一命，我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让人伤了殿下分毫。可别这样，我有一个要求。殿下请说。如果我没受到致命威胁，你不要出现。苏锦英眉头一皱，但立刻就明白了萧万平的意思。一个傻皇子，如果暗中总有人保护，皇帝不起疑心才怪。想到这，他不禁有些吃惊，这小叔子也不是真傻。赵13正要犹豫，苏锦英已经开口。按照他说的做。是。好了，别在东宫待太久，该回去了。苏锦英和萧英凡转身，继续跪在蒲团上烧纸。萧万平告别后，转身离开灵堂。算算时间，蜡烛应该点燃火油了。好戏该上场了。从东宫出来，萧万平走在回寝宫的路上，心情有些复杂。他很想向嫂嫂苏锦英保证，一定会夺回兄长的尸身，并为他报仇雪恨。行，还不是时候。我现在是个傻子，说这种话只会引起怀疑。他转而想到了兄长之死的内幕，被己方出卖。奸细8成是某个想争夺太子之位的兄弟，老3、老5、老7，一个个来，谁都跑不掉。就从老7开始清算。想到这，他加快了脚步。嫂嫂和侄儿那边有父皇的恩泽和东宫卫队护着，暂时安全，他可以放手去干了。走着走着，萧万平远远看到自己寝宫的方向火光冲天。开锣，上场。摘星院已是一片火海，独孤幽正带着风灵卫提着水桶来回奔跑救火。快进去救人！八殿下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们都得死。几个风灵卫顶着烈火，义无反顾地冲进火场。独孤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摘星院怎么烧起来了？太好了，殿下，你没事，你没在里面。我没在啊，这火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原因还在查。对了，殿下，您刚才去哪儿了？我大哥战死了，心里难受，就去东宫看看我嫂子。热浪扑面，萧万平被熏得连连后退，脸上满是不舍。摘星院内不时传来房梁坍塌的噼里啪啦声。殿下，火大危险，您还是离远一些吧。我的宫殿啊，怎么突然就着了呢？对了，我那2个宫女还在里面，独孤兄，快去救他们。风灵卫已经进去救人了，殿下宽心。确认萧万平安全后，独孤幽立刻转身继续指挥救火。速去禀告陛下，说摘星院着火，但八殿下安然无恙。是。陛下，祸事了，祸事了！何事惊慌？景帝知道，若非万分紧急之事，老太监魏红绝不敢在这时候打扰他。回陛下，摘星院着火了！什么？景帝豁然起身，光着脚就冲出了房门。真是摘星院着火了？千真万确，陛下，风灵卫正在全力救火。老八呢？老八怎么样了？陛下息怒，八殿下福大命大，他刚好去了东宫看望太子妃，躲过一劫。呼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啊！景帝嘴里念叨着，但脸色瞬间又冷了下来。
面若寒霜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突然起火？许是天干物燥，工人不小心走水了。不小心走水？哼，你个老糊涂！这皇宫大内多少年没着过火了？那陛下的意思是，早不起火，晚不起火，偏偏在老八刚踢伤了老七，他的摘星院就起火了。陛下是说是七皇子？老七没这个胆子，何况他还伤着。不过贤妃，哼，朕最清楚那个女人了。老奴不敢妄议，只是今日陛下才下旨，双方不得报复。贤妃娘娘应该不敢抗旨才是。她敢不敢？叫来一问便知。是。对了，把老八也叫过来。你急什么？现在正在风头上，要杀那个傻子还不简单？父亲此话当真？我保证他尸骨无存，到时候我将他的人头提来给你，总行了吧？好，他踢残蓉儿，我们取他人头，这很公平。但这段日子你必须安分守己，万一萧万平那头再出事，陛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女儿知道了。启禀主子，陛下急召您去广明殿。广明殿？这么晚了，难道是要我去侍寝？不对，陛下怎会此时召你侍寝？可有说是什么事？传旨的公公没说，不过什么？别吞吞吐吐的。奴婢听说今晚摘星院走水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事有关。贤妃和陈世启对视，竟不知此事。傻子呢？烧死没有？回主子，八殿下刚好去了东宫躲过一劫，人没事。没死。陈世启脸色一变，只觉头皮发麻。贤妃和陈世启得知八皇子安然无恙，顿时心头一凉。狗东西，算你命大！他以为这火是女儿放的。不是，父亲，不是我做的。不是你做的。如果不是贤妃，那这事就更复杂了。糟了，这下糟了，这个傻子，这肯定是自己设的局。八皇子怎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？父亲何意？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，还是想想怎么跟陛下解释。广明殿内，萧万平已经到了，正安静地坐在景帝特赐的座位上。禀陛下，风铃未来报，那2个宫女已经被烧得只剩骨架了。那2个宫女是他派去试探萧万平的。贤妃呢？怎么还没到？陛下息怒，老奴这就命人去催。这傻子看着就来气。老八，儿臣在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儿臣不知，听说白日里把七哥踢伤了，心里害怕，就想去探望他。后来怎么样？又听说兄长战死，就去了东宫探望嫂嫂和凡儿，回来就看到摘星院着了火。行了，萧万平的行踪符合逻辑和人设。陛下，贤妃娘娘来了，让她进来。臣妾参见陛下。贤妃心头一紧，预感不祥。朕今早才说过，不得再报复老八。你把朕的话当耳旁风了，是不是？陛下，何出此言啊？宫中20年没着过火，偏偏在老八踢伤老七的当晚，他的摘星院就着了火。你当朕是老糊涂了不成？陛下难道觉得是臣妾叫人放的火？不是你又是谁？你仗着朕的宠爱，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臣妾冤枉，臣妾没有，真的不是臣妾做，请陛下明察。你这人心眼狭小，睚眦必报，连你亲姐姐都对你有怨言，别以为朕不知道。老八踢伤你儿子，你还不得把他往死里整？景帝一连串输出，骂得贤妃哑口无言。父皇，天干物燥，兴许只是个意外。意外个屁！每年都有天干物燥的时候，怎么就不起火了？萧万平讪讪一笑，退到一边，悄悄拿眼去看贤妃。这疯子，他不仅仅要了我的银凤金头钗，还想置我于死地。他不能说出30单的事，否则罪名更重。有苦说不出，贤妃现在是真切体会到了。陛下，礼部尚书陈时启在殿外求见。不见。景帝知道陈时启是来替女儿求情的。陛下，陈大人说他可以证明贤妃娘娘的清白。嘿嘿，
老子倒要看看你怎么证明。父皇，既然如此，还是让陈大人进殿，把事情说清楚的好。也就是你，敦厚老实，别人都骑在你头上拉屎撒尿了，还替他求情。儿臣不小心踢伤了七哥，实在心里有愧。让他进来吧。陛下，摘星院起火一事与贤妃绝无关系。陈时起，你既是国丈，又是礼部尚书，朕希望你接下来的话慎之又慎。微臣自知无德，但还算公正，并不敢妄言。那你倒是说说，如何证明贤妃清白？陛下，今日微臣下了旨，就一直陪在贤妃左右，她根本没有时间做下此事。听到这话，萧万平差点笑出声。就这，她一个贵妃，放火还需要自己动手？这算哪门子正死？她一个贵妃要杀人放火，会自己动手？陛下明察，微臣已经问过储秀宫所有宫人，他们都说今日一整天，贤妃都未曾离开储秀宫半步，就算是想买凶放火，她也没有时间。好家伙，这是公然作伪证物，看来得敲打敲打。不对呀，老八，你有何话说？我日落时分才去过储秀宫，并没有见到陈尚书啊。陈时起脸色一张，立马想好了说辞。微臣当时正在里间照顾七殿下，所以并未与八殿下相见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倒是可惜了，没能及时向陈尚书赔罪。萧万平话里话外尽是讽刺。陈时起不理会萧万平，挺直腰板，面向景帝。陛下无凭无据，若要将罪责怪在贤妃头上，恐朝中重臣不服。陈时起这话就是在赤裸裸的威胁景帝，仗着自己和贤妃在朝中的势力，他想逼皇帝息事宁人。景帝脸色铁青，拳头在龙袍下紧紧攥住。景帝当然知道这是威胁，但太子刚刚战死，边疆战事不明，大燕国力空虚，他绝不能让朝廷再起内乱。好家伙，连皇上都敢威胁，你们父女俩死定了。父皇，儿臣觉得陈尚书说的对，没有证据，确实不能轻易怪罪贤妃娘娘。此话一出，殿内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贤妃抬眼看向萧万平，眼中闪过一丝轻蔑。哼，这傻子拿了我的云凤金头钗，心虚了，只能帮我说话，胆小怕事的东西。等这事儿过去，本妃定让你生不如死。陈时起虽然也摸不准萧万平的套路，但总觉得这傻子的话没毛病，只是心中那股不安愈发强烈。老八，你当真不怪他？这火到底是不是贤妃娘娘放的，都还没个准信儿，怎么能胡乱怪罪人呢？景帝怔怔地看着他，长叹一口气。哎，这孩子心肠随了他娘，太过善良。景帝转头看向哭得梨花带雨的贤妃，心里的火气消了大半。毕竟是自己的宠妃，景帝也只是想敲打她一番，并没真想把她怎么样。既然老八都替你求情了，朕就不再追究，滚回你的储秀宫，好好反思。陛下明察秋毫，微臣敬佩。陈时起转身对还愣着的贤妃使了个眼色，谢陛下。都滚吧！众人刚松了口气，准备起身离开。殿门外，魏红又一次匆匆跑了进来。陛下，风铃卫队正独孤幽在外求见。来了，总算来了。听到独孤幽三个字，陈时起的心猛地一沉。独孤幽刚才正在摘星院指挥灭火，他这时候来准没好事。他来干什么？回陛下，独孤幽说摘星院的火已经扑灭，但他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物件。物件？什么物件？独孤幽说事关重大，必须亲手呈交给陛下。魏红说话时，眼角的余光不经意地扫了贤妃一眼，贤妃额头汗珠逐渐显现并滑落。糟了，不会是那个玉镯吧？见到女儿这副模样，陈时起的脸色也愈发难看。让他进来。独孤幽快步进殿，单膝跪地，微臣参见陛下。什么东西？快拿上来。是。独孤幽从怀中取出异物，双手成绳。太监双手缓慢而谨慎地接过晶莹剔透的桃子形状水晶玉镯，玉镯表面闪烁的淡蓝色微光。贤妃双腿一软，身体快速下坠，瘫倒在华美的地毯上。完了，
全完了。萧万平嘴角上扬，笑容中带着一丝狡黠。蠢女人，现在才明白，我不仅要你的金头钗，还要你的命啊！水晶玉镯，身为皇帝，景帝对这些首饰并不上心，一时想不起来。呀，父皇，这玉镯晶莹剔透，一看就价值不菲，普通人可戴不起啊。哪儿来的？回陛下，这是在摘星院的后墙根儿找到的。摘星院后墙，父皇，儿臣是堂堂男子，可没有这种女儿家的东西，那肯定是别人落下的。如此贵重的物品，怎么会丢在后墙？难道是有人到过摘星院后墙，不小心落下的？可这就奇怪了，谁要找儿臣，从大门光明正大的进就是了，干嘛鬼鬼祟祟的跑去后墙呢？贤妃听着萧万平一唱一和，内心一片绝望，却一个字也不敢说，只能指望父皇忘了这镯子的主人了。景帝眼中金光一闪，猛地一拍桌子，定是那纵火之人落下的。景帝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，狠狠扎在贤妃心上。贤妃额头冷汗直流，后背早已湿透。魏红，可知这玉镯的主人是谁？陛下，老奴眼拙，从未见过这玉镯。下方的独孤幽抬了抬头，欲言又止。你想说什么？陛下，微臣记得这玉镯。哦，你说……独孤幽看了一眼贤妃父女，回陛下，这玉镯正是贤妃娘娘寿辰时拓跋氏进献的贺礼，当时微臣负责守卫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哈哈，果然是这蠢妇的东西，就你这点智商，还想跟本皇子斗？其实贤妃不蠢，只是她把萧万平当傻，才留下了三世丹和水晶玉镯这种铁证。不错，难怪朕觉得眼熟。玉镯从其手中猛地掷出，玉镯碎片向四周飞溅。证据，你要的证据！贤妃跪倒在地，其身体因恐惧而轻微颤抖，双手紧抓地面。我好苦啊！这镯子明明是萧万平这疯子故意栽赃。陛下，这玉镯是贤妃的没错，可没准是哪个贼人偷了去，故意栽赃陷害。够了，朕念你是国丈，一再容忍，别真把朕当傻子。面对龙颜大怒，国丈陈时起再也不敢嘴硬。微臣不敢。哼！景帝不再理他，大步流星走到贤妃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她。景帝的表情十分复杂，既有对宠妃的惋惜，又有对她胆大包天的痛心。贤妃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臣妾知罪，请陛下宽宥。旁边的陈时起听到这话，整个人愣住了。什么？怎么就认罪？但陈时起转念一想，瞬间明白了女儿的苦心。原来如此，这是要弃车保帅啊！贤妃娘娘，我已经特地去储秀宫给您请罪了，没想到您还是不肯放过我。看着萧万平这副假惺惺的模样，贤妃那能杀人的眼神根本藏都藏不住。你这个疯子，恶人先告状。可他偏偏一个字都不敢反驳。陛下，蓉儿她都伤成那样了，臣妾一时失了冷静，本来只想让人放把火吓唬吓唬八皇子，臣妾真的没想杀他。求陛下宽宏大量，饶恕臣妾。贤妃此言一出，彻底坐实了他用水晶玉镯贿赂宫人去放火的事实。景帝勃然大怒，猛地抬脚将贤妃踹翻在地。你这个贱妇，仗着朕多年的宠爱，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连皇子都敢下手。陛下，我真没想杀八皇子，求您看在我多年服侍您的份上，饶了臣妾。景帝一脚再次将他踢开。朕在太极殿早就说过，不得再有报复之举。你把朕的话当成耳旁风吗？现在竟然敢公然抗旨，你让朕如何饶恕你？眼看景帝是动了真怒，陈时起立刻磕头求情。陛下请看，在七皇子重伤贤妃，又服侍您多年的份上，网开一面吧。还有你，身为礼部尚书，本应心怀公正，却一心只想着维护自己的女儿，你让朝中百官怎么看你？老臣知罪。景帝深吸一口气，强压怒火，转头看向萧万平。老八，依你之见，该如何处置他们？呵呵，演得真像。父皇，虽然按照大言律例，刺杀皇子者当处极刑，但毕竟是儿臣伤了七皇子在先，贤妃娘娘这次
也没能成功伤到他，还请父皇饶了他的死罪吧。萧万平这话看似在求情，实则句句诛心，直接把贤妃往火坑里推。这傻子太狠了！完了，这下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景帝何等精明，立刻听出了萧万平的弦外之音。贤妃，臣时起，看来老八是不想放过你。景帝说完，朝贤妃使了个眼色。陛下这是什么意思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向老八请罪！八殿下，老臣代小女向您赔罪，望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他这一回吧。这老东西倒是能屈能伸。贤妃，快向八殿下赔罪！景帝也背着手，冷冷地看着他，算是默认了陈氏情况。可，萧万平这得意的笑容，对贤妃来说，比吞了只苍蝇还恶心。贤妃紧握双拳，脸上青筋暴起，她含着泪，刚要屈辱地站起身。谁让你起来的？跪着说！这句话成了压垮贤妃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她的眼泪终于决堤。贤妃重新跪好。本宫一时担心蓉儿伤情，失了理智，请八殿下恕罪。混账！你给老八赔罪，还有什么资格自称本宫？臣妾一时冲动，请八殿下宽宥。哼，老八，你看如何？毕竟你也没受伤。贤妃与陈时起跪在殿中央，萧万平与魏红侍立一旁，姿态庄重。景帝威严地俯视着殿下，面色严肃，眼神锐利。想保他就直说，何必演这么一出大戏？父皇，一切听凭父皇决断便是。贤妃，你蓄意恐吓皇子，贬为昭仪，罚俸2年，可有异议？谢陛下隆恩，太好了，只是降了2级，罚点俸禄而已。陈时起，老臣在。你贵为国丈，却行事偏袒，着你回府思过，罚俸1年。老臣惭愧，谢陛下宽宏。记住了，往后若再有越轨之举，朕2罪并罚，绝不轻饶。老臣谨记。下去吧。两人连滚带爬地退出了广明殿，殿中只剩下景帝、魏红和萧万平3人。老八，朕这么处理，你可还满意？父皇英明，英明。要是别的妃子敢这么干，怕是早就被你当场杖毙了。想到这里，萧万平突然灵光一闪。对了，我的摘星院不是被烧了吗？这可是搬出皇宫的最好机会啊！父皇，儿臣有一事相求。见萧万平不再追究贤妃，景帝心情大好。老八，有什么事你尽管说。儿臣想搬出皇宫。景帝闻言一怔，笑容僵在脸上。你想搬出去？景帝用审视的眼神看着萧万平，试图猜测他的心思。是。为何？兄长战死，儿臣没了庇护，在这皇宫里，儿臣怕……你怕别人再来害你？哎，看来是患了癔症，多年来是朕冷落他了。父皇，恕儿臣直言，兄长储君之争可没少树敌。朕知道，可你搬出去，想害你的人岂不更好下手？咯噔，这老头子不好糊弄啊！儿臣想着，他们见不到我，或许就会将我这个傻子忘了也说不准。天真，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长大？儿臣不懂，请父皇明示。这悠悠皇庭，素来都是血腥之地，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，有心之人也不会放过你。父皇，那怎么办？儿臣害怕。你的病症不公一世，等你癔症好了再说。靠你！你要真在意我，就不会让人有机会给我下毒了。可摘星院烧了，这摘星院没了，不还有敬德院吗？敬德院，那可是他兄长萧万军未封太子之前的居所。朕立刻命人收拾，再派1队风铃卫贴身保护你，这才是万全之策。什么？前脚刚烧死俩监视我的宫女，后脚就来1队风铃卫。萧万平知道再坚持出宫只会引人怀疑，立刻换上一副感恩戴德的表情。儿臣谢过父皇。魏红，立刻命人带8皇子去敬德院。是。儿臣告退。萧万平跟在宫人身后离开了广明殿。景帝要派1队风铃卫来保护我，那暗中的赵13会不会被他们发现？不对，苏锦莹说过，除了风铃卫大将军，没人能察觉到赵13。那就好。
萧万平走后，景帝回到座位上。陛下，您说要派一队风铃卫去保护八殿下，这该派谁去的好？把独孤幽叫来。风铃卫共250队，独孤幽行事不偏不倚，只忠于皇家。敢问陛下，那是否还需要留意八殿下的举动？景帝闭上眼，揉着太阳穴。观他今日言行，还是那个傻皇子。算了，让独孤幽全力保护他便可。敬德院主房内的烛光持续摇曳。不多时，萧万平便来到了敬德院，这里曾是他兄长的居所。本殿下要休息了，没我的命令，谁都不准来吵。是。萧万平关上门，迫不及待地来到案桌前。兄长说，得此书者可得天下，真有这么玄乎？他秉着怀疑的心态，缓缓打开书。只见书页上写着“纵观千古事，你我皆在局，莫作局中人，莫成局下魂”。第一局以一换千局。时间悄然流逝，不知不觉已过了大半个时辰。萧万平看得后背已被冷汗打湿。我前世所学的那些战略，在这天机18局面前，简直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。萧万平顿时觉得口干舌燥，抓过桌上的水壶，仰头猛灌。杀人无形，空手套白狼，引风借势，一条条阴诡毒辣的计策，让萧万平仿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无声无息地落在他身后。谁？我去，是你啊！以后能不能说一声？是大半夜的，能吓死人。我见你身体有些异样，担心你。不是说了，我没生命危险时，你不要出现。按书入魔者还少吗？我麻烦回你的房梁上待着。我现身是为了跟你说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太子说了，熟记此书后立即焚火。话音刚落，咻一声，赵13又消失了。这家伙恐怕是没半点隐私可言了。万一以后我洞房，他岂不是要在房梁上盯着？他立即凝神，从头开始，将书中的计策牢牢记在心里。陈时起被景帝一通怒斥，憋了一肚子火，立即去请武殿下来府上一叙，记住，不能让任何人知晓。贤妃和陈时起近期都不能再对萧万平出手了，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另一个外孙身上。五皇子萧万昌乃德妃所出，德妃与贤妃是亲姐妹，为了储君之位早已稳。萧万昌正在床上熟睡，侍卫轻手轻脚的进来，将他唤醒。殿下，殿下，醒醒！干嘛啊，大半夜的？国丈府派人来了，说国丈大人有请。萧万昌瞬间清醒，嘴角咧开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呵，老七不行了，我这位好外祖总算想起我来了。那殿下，您是去还是不去？去，怎么能不去？本殿下最是尊老爱幼了，外祖召见，岂有不去的道理？更衣。陈府侧门悄然打开，萧万昌身披斗篷，带着侍卫径直走了进去。陈时起早已在会客厅焦急等候。昌安，你可算来了。萧万安摘下斗篷，随手一扔，大喇喇的在主位上坐下。陈尚书，这3更半夜的把本殿下叫过来，有什么天大的事儿啊？萧万昌话里话外全是压抑不住的怨气。昌儿，你七弟的事，想必你都知道了吧？哈哈哈哈，知道，当然知道。被一个傻子踢成了太监，真是活该，报应啊！他清楚外祖父一直偏袒萧万荣，他今晚过来就是为了看陈时起的笑话，出一口恶气。可可，他毕竟是你姨母的儿子，你们从小一块长大，你不该说这种话。外祖当年争储君之位，贤妃造谣我品行不端，害得父皇对我印象越来越差，最终与储君之位失之交臂。那时候贤妃怎么不想想我是他亲外甥？现在老七出事了，你倒有脸跟我提什么兄弟情分？这一番话说的陈时起老脸一阵红，无言以对。昌儿，外祖知道此时确实不该找你，但外祖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觉得当讲就讲，不当讲就憋着？太子战死，储君之位空悬，难道你就一点念想都没有吗？外祖想说什么？不妨直言。外祖想请你设计端了八皇子，让他死得越惨越好。说来说去，你还是偏袒老七，想替他报仇。两人都清楚，杀一个傻子对争夺储君之位毫无帮助。替蓉儿和你姨母泄愤，
只是其一。还有呢？我收到消息，太子妃已经秘密派人去找鬼医了。鬼医就是魏国那个号称能把死人医活的鬼医。陈时起紧紧盯着萧万昌的反应。你想想，苏锦莹为何这么做？丽妃盛宠一时，要是八皇子的傻病真被治好了，那东宫之位够了。陈时起知道，只要用储君之位引诱，萧万昌不可能不动心。片刻后，萧万昌突然仰天大笑起来。外祖，我差点就着了你的道了。哦，此话怎讲？老八在朝中毫无根基，就算治好了傻病，父皇也不会传位给他。怎么不可能？如今大燕与北凉开战，东边魏国又虎视眈眈，这种内忧外患的时候，父皇怎么可能立一个毫无根基的老八为太子？一旦他入主东宫，我和三哥能答应吗？到时候必然引起内乱，这个后果父皇承受不起。听完萧万昌的分析，陈时起不禁鼓起掌来。好，分析得好，蓉儿确实不及你啊。外祖，这话你说的太晚了，替他们报仇，本殿下没兴趣。等等，你不替他们报仇可以，难道你连顾淑琴都不要了？顾淑琴，中信伯之女，帝都第一美人，她是萧万平指腹为婚的未婚妻，也是萧万昌最狂热的追求者。外祖，你什么意思？你20有2，至今未婚，心心念念的不就是顾淑琴？顾淑琴从未对贵族子弟亲密，这种遥不可及的感觉让萧万昌欲罢不能。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，我一定要把顾淑琴弄到手。可只要萧万平没死，谁敢跟父皇提撤销顾淑琴的婚约？那傻子给他提鞋都不配。陛下赐婚圣旨已下，没有撤回的道理，怎么做你清楚。萧万昌咬了咬牙，转身走回椅子前，重重坐下。我有什么好处？蓉儿已废，你若帮他报仇，我会说服他，其势力转来支持。听到这话，萧万昌的眼里终于闪过一道金光。姨母要杀那傻子，我可以配合，但我绝不亲自动手。说到底，萧万昌还是个识时务的人，刺杀皇子是灭族大罪。说说你的想法。父皇让那傻子住进敬德院，还有枫林卫保护，宫里杀他，不可能了。依你之见，该如何是好？多年不见，陈时起发现这外孙比他想象的更有城府。我想办法把他赶出宫，出了宫，姨母那边就简单多了。这方法可行，可陛下对这傻子偏爱，你有什么办法赶他出宫？那是因为这傻子还没触碰到父皇的逆鳞。什么意思？3日后，长宁公主寿辰，我会献上一份大礼，一个死局。死局？什么死局？这你就不用知道了。3天后，这傻子就算不死，也得被逐出宫。萧万平一夜未眠，已将天机18局熟记于心，并销毁证据。天还未亮，萧万平将一本烧得只剩灰烬的书册倒入火炉。唉，风水轮流转，没想到我们枫林卫要来保护这傻子。就是杀鸡用牛刀，真没劲。突然，一个冰冷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，说什么呢？头儿，我问你们，枫林卫的宗旨是什么？忠于大言，誓死保护皇室安全。那八殿下是不是皇室？是。以后我不想再听到议论八殿下，否则军法无情。是，属下明白。两人心里暗暗吃惊，傻皇子怎么到了头这，就跟个宝似的。这个独孤幽有点意思，如果能把他发展成心腹，里应外合，绝对事半功倍。突然，院外传来咚咚咚的拨浪鼓声，这拨浪鼓是他从小到大的镇定剂，无论前方是刀山火海，他都会循声冲过去。是谁？这时候摇拨浪鼓罢了，既然要装傻，就得装到底。咚咚咚咚，殿下，你慢点，当心脚下。独孤幽带着一队枫林卫紧随其后，来人肤白如雪，眼亮如星，正是景帝最宠爱的小女儿长宁公主。见过长宁公主？免礼。萧长宁是皇室中少数不歧视萧万平的人，还常来找他玩。萧万平眼里只有拨浪鼓，傻笑着冲了过去。八皇兄，想不想宁儿啊？咚咚咚咚。好啦，给你给你。独孤大人，我听说皇兄昨天踢伤了七殿下。哦，
称呼萧万荣是七殿下，却叫我皇兄。回公主，此乃八殿下无意为之。我当然知道，告诉你们，保护好我皇兄，3天后就是本公主的及笄礼。小小年纪就懂宫中凶险，这冰冷皇宫总算还有一丝温情。公主放心，我等誓死保护殿下周全。皇兄，我们去玩捉泥鳅。接下来的2天，萧万平难得清静，他趁机去了趟东宫。太子战死，东宫树倒猢狲散，萧万平决心尽快建立势力，保护嫂嫂和侄儿。嫂嫂颇有见地，若能让她出宫，现在告诉她真相，太危险了。很快到了长宁公主及笄礼。公主该沐浴更衣了。皇兄，你自己先玩，明儿一会再来陪你。景帝也到了，满脸笑容。诸位爱卿不必多礼，今天都随意些。萧万平不想看虚伪嘴脸。咚咚咚咚，他撞上了一个人，来人是五皇子萧万昌。哼，一个傻子。又是萧万荣的兄弟，一丘之貉。萧万昌隐蔽地伸出了脚，哐当一声，萧万平被绊倒。哎呀，八弟，你小心些，怎么这么不当心？好你个萧万昌，你弟的教训不够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你们怎么办事的？万一八弟摔伤，父皇饶不了你们。是我等失职，武殿下恕罪。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你伸的脚。东东谷，我的东东谷呀，在这里，我找到你了。萧万平一跃而起，双手高举，啪的一声打在锦盒上。你干什么？萧万平眼里只有拨浪鼓，他抬起脚踢在了锦盒上，夜明珠滚出来，摔得4分5裂。啊，我的夜明珠，这颗夜明珠价值万金。嘿嘿，东东东东谷，跟我斗你还嫩了点。我是傻子，我怕谁？你个傻子，你还我夜明珠。五殿下，八殿下不是故意的。他就是故意的，他就是。怎么回事？父皇，他把贺礼弄坏了。不就是一颗夜明珠吗？值得你这么大惊小怪？父皇，这可是价值万金，儿臣恳请父皇让八弟赔偿。让他赔偿？你们兄弟俩一个德行，他是个傻子，你偏要计较。萧万昌竟一反常态，没了怒气。父皇教训得势，儿臣一时情急，忘了八弟患有癔症一事。这么快就消气了，不正常。这家伙要么心里有鬼，要么老阴笔。你比老七通情达理，这什么夜明珠，朕赔给你。儿臣不敢，改日再给长宁准备。行了，都散了吧。围观的百官立刻作鸟兽散。赶紧的，他爱玩就带他出去玩，别在这碍朕的眼。是，陛下，八殿下，咱们出去吧。傻子，敢摔碎我的夜明珠，等着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离开长宁宫后，萧万平总算松了口气。呀，玉佩，我的玉佩呢？那可是身份的象征。糟了，肯定是被顺走了。好你个萧万长，偷我玉佩是真。萧万平一股强烈的不安涌上心头。殿下，前面是嫔妃宫院，不能进去。萧万平恍若未闻，继续往前冲。殿下，我们快回去吧。公主祭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就在独孤幽拉着萧万平往回走时，独孤大人，快，长宁宫出事了！出事了！风铃卫大将军都在哪儿？能出什么事？这位公公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陛下遇刺了！大将军让我去叫援兵。什么？陛下遇刺？独孤幽一听，脑子嗡的一声，想都没想就冲向长宁宫。那太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嘴角扬起一丝阴冷的笑容。此处是御花园，平时人迹罕至。那太监立刻上前，一把揪住萧万平。有人抢人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小声些，我不会伤害你。好了。赵13呢？我真是自作自受。萧万平瞬间明白了，这是要陷害他。快找八殿下！机会来了，必须让他发现我。那人听到声音，手臂收得更紧。萧万平张开嘴，狠狠咬了下去。萧万平抓住机会，奋力一跃，逃出了假山。有坏人啊！救命啊！有坏人啊！那人见状，捂着手追了上去。完了，独孤幽人呢？就不会多搜一会儿吗？萧万平拼命跑到御花园出口。有了，先闹出动静。萧万平冲出了御花园。那太监见状，转身钻回御花园。为首的贵妇正是德妃。主子，
长宁公主祭礼快开始了。急什么？又不是什么祭天大典。救命啊！有坏人，有坏人啊！你这痴傻皇子，想吓死人吗？一边去，德妃娘娘可没空陪你胡闹。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教出你这么个不成器的。敢这么说我母亲，你这个毒妇是真不知道收敛。不过嘛，本宫倒要谢谢你，你把我那不成器的外甥弄伤了。好，很好，必须闹出点动静，证明我一直在这儿。坏人，有坏人！他抓住我的手，要把我拖走。萧万平疯了一样冲向德妃。我的腰，光摔倒还不够，必须得留下点痕迹。鬼，叫你抓我，还敢抓我？打死你这个鬼！啊！快把这疯子拉开！快！丫鬟们都看傻了，谁敢这么对德妃？他们手忙脚乱地去拉萧万平。啊！血，流血了，我的脸！陷害我娘，还想陷害我？萧万平打人没有半分犹豫，他挣脱开，又冲上去扇了几巴掌。痛快！这傻子身份真是金字招牌。就在此时，远处传来动静。八殿下，八殿下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独孤幽看到地上披头散发、脸上带血的德妃，整个人一愣。德妃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个傻子，他无故打伤本宫。独孤幽，快把他抓起来！德妃娘娘，八殿下义正在身。住嘴！本宫被打成这样，你还袒护他，本宫定要告你一状，一起受惩处。陛下有旨，末将需保护八殿下周全。好，很好，本宫现在就去找陛下讨说法。那个女人死了还留孽障祸害皇宫。骂吧，尽情骂吧，迟早收拾你们。景帝与百官饮酒庆祝公主击礼，突然一个丫鬟哭着跑了进来。陛下，不好了，公主她出事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公主沐浴时我们被人打晕了，醒来就见公主满头是血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退下！景帝拉着丫鬟冲向萧长宁的房间，萧万昌紧随其后，所有风铃卫立刻将长宁宫围住，一只苍蝇也不许飞出去。魏红，让御医最快速度赶过来，迟到片刻，镇定不饶他们。没用的东西！公主出事，你们难辞其咎。跪地的丫鬟们身体因恐惧而剧烈颤抖，她一脚踹开房门，冲了进去。只见公主坐在浴桶里，额角有血迹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公主更衣！丫鬟们走进房间，手忙脚乱地帮萧长宁穿好衣服。两名丫鬟为浴桶边的公主穿衣，动作急促而轻柔。两名丫鬟小心地将穿好衣物的公主抱起，缓慢地移动到床上。景帝踉跄着走到床边，咯噔一声，景帝感觉脚下踩到了一个硬物。景帝手指缓慢地靠近地上的玉佩，指尖轻微颤抖，最终轻轻触碰到玉佩。这是老八的玉佩。老八，你这个疯子！父皇，怎么了？景帝没有回答，将玉佩死死攥在手心。还好，呼吸虽微弱，但还算平稳。宁儿，宁儿！景帝心中冷哼，想是奴才慌了神，才以为宁儿死了。景帝放下心来，轻声呼唤：“来人，去把老八给朕找来！不，去把他给朕带过来。”萧万平，这下你死定了。等你死了，顾淑琴就是我的了。不到一盏茶，所有御医匆匆赶到，有人把脉，有人止血，现场忙乱。片刻后，所有御医跪倒在景帝面前。宁儿怎么样了？太医们吓得魂不附体。喂，陛下，公主额头被重物击伤，伤及脑颅，恐怕什么？快说！景帝须发皆张，满心焦灼。回陛下，公主恐怕一时半会醒不过来，10天内无法醒来，臣等尽力而为。陛下当心龙体。朕不用你扶，醒不过来是什么意思？给朕说清楚。景帝的脑袋嗡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自己的宝贝女儿在皇宫里，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被人打成了植物人，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呵呵，朕的女儿在戒备森严的长宁宫里被袭击了，一群废物。老八的癔症你们治不好，现在宁儿受伤了，你们还是无能为力，朕留着你们何用？来人！两名风铃卫上前一步，将这群废物给朕拉出去，斩了！陛下饶命，饶命啊！陛下，慢着，臣媳见过陛下。看到苏锦英，
景帝想起了战死的太子，心头又是一痛，但还是强压下了怒火。陛下息怒，当务之急是让太医们回去研究对策，对症下药。您要是把他们都杀了，谁来救宁儿妹妹？景帝深吸一口气，脸色依旧冰冷。王爷爷，您别生气了。您要是气坏了身子，谁来陪樊二娃呀？看到酷似已故太子的孙子，景帝的心瞬间软了下来，怒火也消了大半。还不快滚回太医院！要是治不好公主，你们提头来见。谢陛下，谢陛下不杀之恩。陛下，我们也出去吧，让宁儿妹妹好好休息。景帝带着众人回到庭院，百官依然候着，大气不敢出。父皇，宁儿妹妹到底怎么样了？景帝没有回答，铁青着脸坐回主位。把宁儿的丫鬟带上来。4个瑟瑟发抖的丫鬟被带上来，跪在地上不停抽泣。说究竟怎么回事？你们看到了什么？回陛下，奴婢们正服侍公主沐浴，突然感觉背后一凉，一道黑影闪过，然后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可有看清那人的脸？回陛下，那人戴着面具，奴婢没看清脸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奴婢看到那人的衣裳，好像和今天八殿下穿的一模一样。此言一出，百官哗然。景帝心中冷笑，攥紧了袖中那枚刻着8字的玉佩。是八殿下，他不是有异症吗？怎么会伤人？不好说啊，疯子做事哪有逻辑？一个疯子怎么可能在风灵卫的眼皮子底下悄无声息地潜入公主房间？这是有蹊跷。还有吗？奴婢昏倒前还听到那人发出奸笑，嘴里一直念叨着好玩好玩。这疯疯癫癫的样子，简直就是萧万平的日常写照。这下百官更加认定凶手就是他。老八呢？去把那个逆子给朕绑来。萧万平，我看你这次还不死，敢跟我抢女人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陛下，您可要为臣妾做主啊！德妃在一群宫女的簇拥下冲进庭院，只见她脸上有一道寸长的血痕，血迹斑斑，看起来触目惊心。母妃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也来了？又怎么了？陛下，臣妾刚才来参加宁儿的祭礼，半路上碰到了八皇子，他二话不说，上来就把臣妾的脸给抓伤了。这要是留了疤，臣妾以后还怎么见人啊？陛下。什么？你也被老八伤了？陛下此话何意？难道那疯子今天还伤了别人？糟了，母妃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？这不是给萧万平制造不在场证明吗？景帝阴沉着脸，没有回答。陛下，臣妾觉得此事蹊跷。德妃娘娘被袭，与公主遇刺时间相近，但地点不同，请陛下将八殿下和独孤将军传来，当面对质，再做决断。被愤怒冲昏头脑的景帝，此刻终于冷静下来。你说的有理。陛下，独孤将军带着八殿下到了，快让他们进来。萧万平手里摇着拨浪鼓，嘴里哼着小曲，在独孤幽的护送下，一蹦一跳的进了院子。逆子，给朕跪下！萧万平依旧傻笑着摇着拨浪鼓，几名风灵卫立刻上前，强行将他按倒在地。果然，长宁宫出事了，看来这是冲着我来的。逆子，朕问你，为何要打伤宁儿？平日待你那么好，你怎么下得了手？景帝越说越气，抬脚就要踹过去。陛下息怒，八殿下恐怕无法回答您的问题。东东，好玩，嘿嘿，东东。景帝这才想起来，这个儿子是个傻子。独孤幽，朕不是让你看好他吗？他为何会返回长宁宫？你却毫不知情。陛下恕罪，半路上有内侍来报，说您在长宁宫遇刺，末将心急护驾，便带着手下赶来，没想到竟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请陛下降罪。什么？有人告诉你朕遇刺了？正是，末将所有手下都能作证，头儿所言不假。我们在御花园遇到一个内侍，说陛下有危险，我等才不得不离开八殿下。听到这里，苏锦衣秀眉紧蹙，察觉到了不对劲。陛下，臣妾觉得此事蹊跷，必须查明真相。景帝点了点头。怎么回事？我这脸都被抓花了，陛下的关注点怎么全歪了？陛下，不管这疯子做了什么，您可得先为臣妾做主啊！你给朕闭嘴！德妃被吼得一哆嗦，满心委屈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
萧万长，你想害我，没想到我却伤了你母妃，真是天道好轮回啊！萧万平发出一阵嘿嘿的音效。父皇，听独孤将军所言，竟有人敢假传圣意。那个太监现在何处？必须立刻救出来，处以极刑。独孤幽，那人是谁？陛下，末将当时救驾心切，并未问其姓名。那可曾看清他的长相？自然见过，那人圆脸，微胖，身高约5尺。对了，他左边脸的下角有一颗很明显的黑痣。魏红，宫中可有符合此特征的太监？回陛下，宫中并无脸上有痣的内侍。此言一出，萧万昌的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狠笑。父皇，宫里根本没有这个人，那独孤幽是不是在说谎？陛下，末将绝无谎言，我手下这10个兄弟都看见了。他们都是你的人，说的话能信吗？我看就是你们看守不力，才编造谎言。行了，宁，你怎么看？见父皇如此看重苏锦莹，萧万昌的脸颊微微抽搐。这一切都被地上的萧万平尽收眼底。陛下，臣媳觉得独孤将军没有说谎，有人假传圣意，目的就是为了调开独孤将军。哦，那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长宁公主遇袭，所有矛头都指向八殿下。可如果独孤将军一直守在八殿下身边，那这出栽赃嫁祸的戏又怎么演得下去呢？萧万平心里一震，没想到嫂嫂不仅性格要强，心思也如此缜密。对，嫂嫂，就朝这个方向说。你的意思是，今天这些事是有人故意陷害老八？臣媳正是此意。凭八殿下如今疯癫的状况，如何能悄无声息躲过守卫？这点根本说不通。哼，谁知道这疯子用了什么鬼鬼祟祟的法子？德妃立刻吓得闭上了嘴。可这个又怎么解释？这不是八弟的随身玉佩吗？怎么会在父皇手里？这是朕在长宁的房间里捡到的。如果他没去过，玉佩怎么会掉在那？陛下，这定是栽赃，有人偷了八殿下的玉佩，扔在房里，请陛下明察。你刚才也说了，长宁宫门口有风铃卫把守，那又是何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玉佩扔进房中？萧万昌见状，立刻朝他安插在群臣中的党羽使了个眼色。陛下，八殿下袭击公主在先，抓伤德妃娘娘在后，罪证确凿，请陛下严惩。是啊，陛下，上次伤了七殿下，您就宽恕了他，这次绝不能再姑息，请陛下严惩八殿下。一时间，群臣激愤。父皇，儿臣觉得证据确凿，若再偏袒八弟，恐怕会寒了百官的心啊。景帝当然看出了萧万昌在针对老爸，但他只以为是儿子记恨叶明珠被摔碎，并未多想。鬼有鬼，打死你！我要打死你！就在此时，地上的萧万平突然再次发狂，风铃卫连忙死死按住他。嫂嫂啊，嫂嫂，我这提示已经给的够明显了，你可一定要懂了。那个假太监脸上也许根本就没有痣。殿下，殿下，冷静点！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陛下您都看见了，这疯子丧心病狂，他就是故意的，请陛下降罪严惩啊！父皇，母妃被八弟无故划伤，这要是留了疤，以后怎么伺候您？萧万昌话音一落，党羽心领神会。陛下，八殿下3番5次伤害皇族，请陛下严惩八皇子，以正国法。苏锦莹看着这群人的表演，景帝心里清楚，此次难以服众。来人，将八皇子给朕拿下！慢着！太好了，嫂嫂果然明白我的提示。太子妃，本殿下知道老八是你小叔子，但他罪证确凿，你还想袒护他不成？苏锦莹，你究竟还想干什么？今天伤的要不是我，你会替他求情吗？本妃一句话都还没说，五殿下和德妃娘娘倒是一个比一个紧张，这是为何啊？你……德妃背对，颜面扫地。好，本宫倒要听听，你今天还能怎么给这个疯子脱罪？太子妃，你还有什么话，尽管说。是，陛下，德妃娘娘，您说，您是在御花园被八殿下抓伤的？对，本宫的丫鬟都看见了，还有独孤将军和他的风铃卫，他们也都看见了。这点本妃并不怀疑。那么，敢问德妃娘娘，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？萧万平心中大喜，萧万昌脸色铁青，
难看。从御花园到长宁宫大概走了1刻钟。好，1刻钟。从您进入长宁宫到此刻，又差不多过了1刻钟。也就是说，八殿下抓伤您是在2刻钟之前，现在是53刻。事情发生时正是51刻，我说的可有错？众人虽然不解，但时间分毫不差。没错，你继续说。我问你，公主沐浴是在什么时候？回太子妃，公主机里需午时准时沐浴。那你们可还记得公主遭袭时是什么时候？在午时1刻。你这贱婢，时间怎么可能记得这么清楚？分明是胡编乱造。奴婢不敢撒谎，公主每次沐浴都要用花瓣浸泡1刻钟，时间一到，奴婢们就得捞出来。我们几人正是在捞花瓣的时候遭到袭击的，所以奴婢很确定，公主遇袭的时间就是午时1刻。也就是说，在51刻这个时间点，八殿下既在御花园抓伤了德妃娘娘，又同时出现在长宁宫，袭击了长宁公主。百官群体动作，身体轻微晃动，面部表情从震惊转为窃窃私语。请问各位，八殿下是会分身术吗？萧万平长舒一口气，眼神感激。萧万昌气得浑身发抖，双拳紧握。可恶！我自认为天衣无缝的死局，竟然就这么被他轻易破了。不但陷害不成，反倒让我娘白白被抓伤。萧万昌只觉得喉头一甜。谁？究竟是谁？究竟是谁在背后处心积虑陷害老八？刚才还义愤填膺的官员们，此刻全都成了缩头乌龟。陛下，臣媳认为要查出真凶，有2个关键。你说这个儿媳心思如此缜密。其一，找出那个谎称您遇刺调走独孤将军的内侍，此人必是受人指使。其二，便是找出袭击公主的真凶，只要找到这2个人中的任何一个，此案便可真相大白。好，程一刀。程一刀出列，肃杀之气让周围不寒而栗。末将在，立刻按照太子妃的吩咐去查。是。程一刀迅速转身，黑色披风随风飘扬，然后大步流星地向殿外跑去。好端端一场击击里，彻底变成闹剧。百官自危，只有萧万平玩得不亦乐乎。景帝看着疯疯癫癫的萧万平，无奈地摇头叹气。看来在羽翼未丰之前，我这傻子身份必须得好好利用，装疯卖傻，进行到底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眼看日落西山，程一刀终于回来复命。陛下，所有风铃卫出动，搜遍了宫中，并未找到独孤将军所说的那名脸上有痣的内侍。果然，人早就被处理掉了。那袭击公主的人呢？可有找到？回陛下话也没找到。景帝的眉头紧皱。这程一刀有点意思，事没办成，还这么理直气壮。看来在父皇心里地位不低，3品高手，王朝找不出几。没找到，莫非这人会隐身术不成？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凭空消失了。众官员噤若寒蝉，萧万平却悄悄打量着殿内侍卫们的鞋子，眼神闪过一丝金光。跟我玩这种小把戏，前世最爱看《少年包青天》，等天黑了，看我怎么把你揪出来。程将军，那在场的百官呢？可有一一盘问过？回太子妃都问过了，事发时他们都在庭院，3、5成群都能互相作证。没错，朝中官员早已拉帮结派，3皇子党、5皇子党泾渭分明，互相作证并不奇怪。德妃捂着脸站在一旁，脸上的血痕已经干涸，显得有些狰狞。去太医院处理一下吧。多谢陛下。那八殿下抓伤臣妾一事，行了行了，朕自会给你一个说法。下去吧。是。德妃在宫女的搀扶下，怨毒地瞪了萧万平一眼，退了下去。雷庆，微臣在。长宁宫一案就交由你大理寺详查，3日之内务必找出真凶。微臣遵旨。陛下，当务之急是宁儿的伤势，人多会影响她静养，不如先行散了吧。太子妃所言甚是，都散了吧。百官闻言纷纷告退溜走。萧万平依旧拿着拨浪鼓，围着小皇子萧英凡疯跑。东东，有鬼！东东，哼，独孤幽，末将在。把这家伙给朕带回敬德院，严加看管。没有朕的命令，不得踏出敬德院一步。是，陛下。就算他清醒了也不行。末将遵旨。糟了，
父皇这是要处罚八殿下了。陛下，您打算如何处置八殿下？景帝负手而立，看着疯癫的萧万平，眼神复杂。宁儿醒了再说吧。恭送陛下。独孤幽上前与苏锦莹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然后一把架住萧万平的胳膊，将他带离。回到敬德院，萧万平好不容易挨到了日落，他立刻拉住独孤幽，假装什么都不记得。独孤兄，天黑了，快去长宁宫参加宁儿祭祭礼吧。哎，殿下，您不能出去。为什么？独孤幽无奈，只好将白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什么？宁儿被人打伤了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萧万平说着就要往外冲。殿下，陛下有旨，您不能离开敬德院半步。可我现在已经恢复神智了，不会乱来的。陛下口谕，恢复了也不行。殿下，您就别为难末将了。行，不为难你也行。我想见嫂嫂，你派人去东宫通报一声。这个走。父皇只说不让我出去，没说不让人来探望我吧？八殿下稍待，我这就派人去通报。独孤幽走后，萧万平立刻召唤出暗卫赵13。御花园有人袭击我，你为什么不出现？你不是说了没有生命危险，不让我出现吗？你他娘的，果然是个死脑筋！你怎么知道那人不会杀我？他身上没有杀气，就算他出手，我也来得及救你。罢了罢了，跟这种人认死理，说再多也白搭。那你可看见那人后来去了哪里？殿下跑出御花园，我只能暗中跟上，并未注意那人的行踪。圆脸，微胖，左下巴有颗痣，肯定是萧万昌的人，连亲妹妹都下得了手。萧万昌，迟早老子要玩死你！半个时辰后，苏锦莹带着小皇子萧英凡来了。见过嫂嫂。比乌说话，带他去玩吧，别跑太远。是。太子妃房间内，萧万平给苏锦莹倒了杯茶。今天的事你都知道了。独孤幽和赵13都告诉我了。担心宁儿，她怎么样了？我刚去看过，还昏迷着。不过御医已经研究出了治疗方案。什么方案？宁儿昏迷不醒，是因脑内有淤血不散。御医说，只需找到血莲心服下，便能醒转。血莲心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血莲心生长在极寒之地，血红色莲花，取其莲心入药，能活血化瘀，强心提神。这么神奇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过？你自然没听过。这血莲心须日照光滑，又得冰雪养其根，100年都难长出一颗。任何体内淤伤都能痊愈。一颗血莲心价值万金不止，是有市无价的珍宝。我去，这么牛？那宫里有这药吗？没有。那这群太医不是说了等于白说？萧万平顿时觉得父皇差点把这群庸医砍了，真是一点都不冤。搞出个这么玄乎的药，结果手上没有，这有什么用？这群庸医就该杀。宫里是没有，但父皇已经下旨悬赏10万金，加封5品以下官职，便求此药。看来父皇是真宠宁儿，连官位都拿出来卖了。我相信堂堂大炎帝都肯定会有人持有血莲心的。那万一要是没有呢？有，一定有。嫂嫂为何这么肯定？你别忘了，我出身归云苏家。萧万平心中一凛，归云苏家，那可是赫赫有名的药材大行。苏家有，苏家没有，但苏家的友商有。哎呀，嫂嫂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您就别卖关子了。殿下，你何时变得如此性急了？这可不像你。可，我这不是关心宁儿安危吗？嫂嫂您快说吧。 5个月前，苏家友商陈记药铺花20万两银子购得一颗血莲心，后来帝都有人收到了消息，派人去归云城收购。然后呢？最终那颗血莲心被他以10万两的低价买走了。10万两？那陈记药铺不是亏大了？对方势大，直接亮出身份来压人。陈记药铺东家不敢得罪，只能忍痛卖了。那人是谁？你想想，这新阳城中有谁在经营药材生意？萧万平思索片刻，猛地抬头。五皇子萧万昌，不错，就是他。当时收购的人拿的就是萧万昌的腰牌。好家伙，强买强卖，他这是想等机会大赚一笔啊！陛下的悬赏官职对他没什么用，但这10万金确实是赚得盆满钵满。不对啊，嫂嫂，
万一他已经把药卖了，拿宁儿岂不是……不会如此绝世珍宝，一旦在帝都出现，必然会引起轰动。他收购之后就再无声息，东西一定还在他手上。确实，归云城离帝都2000多里，他都能收到消息，更何况就在这青阳城里。嫂嫂，那你何不将此事直接禀告父皇，让他找萧万昌要？不可。为什么？如果父皇直接去要，他岂不是白白亏了10万两？到时候他一口咬定没有血连心，谁也拿他没办法。苏锦英想的是，若不戳破，萧万昌也许会为了10万金，悄悄通过别人把药献上，既赚了钱，又得了名声。我明白了，嫂嫂处事冷静，我十分佩服。现在就看萧万昌肯不肯拿出来吧。依我看，他绝不会拿出来。为何这么说？因为袭击宁儿这件事就是他一手策划的。什么？是他？萧万平立刻将自己在长宁宫被萧万昌故意绊倒，玉佩被偷，最后被嫁祸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苏锦。这么说，是他故意偷走你的玉佩，就是为了陷害你？不错，你想，他千方百计的伤了宁儿，就是为了害我。如果宁儿被治好了，父皇一高兴，说不定就不会追究抓伤德妃的事。您觉得他会把血莲心交出来吗？苏锦英瞬间明白了，萧万昌绝对不会救萧长宁，因为只有萧长宁一直昏迷，萧万平的罪名才能坐实。如此一来，那就麻烦了。只要他否认，我们就拿他没办法。嫂嫂，我有办法让他交出来。你有办法？对，只要我们查出袭击真凶，让他供出萧万成，再以此作为威胁，他不想交也得交。苏锦英看着眼前这个小叔子，陷入沉思。他发现自己似乎从来没有真正看透过他。这确实是目前唯一的办法了。嫂嫂，你把今天长宁宫的情形从头到尾再跟我说一遍，一定要详细，不要漏掉任何细节。好。苏锦英将他进入长宁宫后发生的一切事无巨细地重新描述了一遍。苏锦英小心翼翼地向前迈步，头部左右转动，好奇地张望。远处2个模糊的人影手臂动作，完成物品传递。听完苏锦英的叙述，萧万平故作沉思状，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。其实思路早就有了，现在只是走个流程，让嫂嫂觉得是我刚想出来的。片刻后，萧万平抬起头，眼神笃定。要想找到萧万昌的罪证，有2条路：第一是找到在御花园掳走我的那个人；第二便是找到袭击宁儿的真凶。等等，你说萧万昌千方百计要害你，可御花园袭击你的那个人，明明有机会杀掉你，为什么他没有动手？听到这个问题，萧万平眼中闪过一丝赞赏。不愧是太子妃，心思果然细腻。其实这点我刚才也想不通。那是为何？杀了我，万一暴露，是诛9族大罪，萧万昌还不想承担这个风险，所以他只是在替别人做嫁衣。不错，宁儿是父皇心头肉，我伤他会是偏爱，那时想杀我的人就好下手。萧万昌没想到他母妃会突然出现。那想杀你的人是谁？嫂嫂觉得呢？2人对视一眼，瞬间明白了对方心中所想。德妃和贤妃又和好了？这倒未必，萧万昌害我，十有八九是因为顾淑琴。我明白了，如果你死了，顾淑琴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改嫁了。这桩婚事是宫中人尽皆知的秘密。不管他目的如何，最重要的是找出我刚才说的2个人。萧万平长出一口气，目光望向门外，独孤幽带着侍卫巡逻，生怕他再跑出去。劫持你的人，风灵卫都找不到，向人间蒸发，要找到他恐怕得耗时间。可宁儿只有10天时间了，所以我们得从袭击宁儿的凶手下手。嫂嫂所言甚是，而且要找到这个凶手不难。不难，长宁宫被围得像铁桶，他还能来无影去踪地伤了宁儿，找他比找挟持你的人更难。这凶手把戏很简单，他早就躲宁儿房间里了。袭击后未离开，躲在角落，众人慌乱时溜走，这就是他来无影去踪的把戏。苏锦英震惊地瞪大了眼睛，这傻叔子不傻了。嫂嫂不必惊讶，我只是恰巧在书上看过。照你这么说，此人身份必是宫中之人，否则无端出现，肯定会引起怀疑。不错，嫂嫂果然聪慧。你再想想，当时进房间的都有谁？当时陛下先进去，让宫女更衣，紧接着
陛下和萧万昌就进去了。对了，我玉佩是萧万昌偷的，趁机丢房里陷害我。你继续说。后来宁儿遭袭，程毅倒也紧张，他带着10来个风铃卫涌进了房间。那凶手是风铃卫？对，就是风铃卫，只有他们出现才不引怀疑。裴庆他们只盘问百官宫女，没人去怀疑守卫。可是你这么说也不对，风铃卫两两站岗，一人离开旁人必察觉，他怎么长时间离开岗位不被发现？很简单，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风铃卫不在当日执勤名单内。我懂了，他不用执勤，离开岗位没人发现，房间混乱，多一个风铃卫，谁都不会多想。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找到今天冲进房间的风铃卫，问他们旁边站谁，核对执勤名单，不在名单内的就是凶手。苏锦莹长长舒了一口气，再看向萧万平的眼神充满了不可思议。这么复杂诡异的案子，他3言2语就破解了，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傻小叔子吗？陛下已让裴庆调查，我这就去告诉他。不行。为什么？裴庆抓了凶手，我们怎么威胁萧万长？怎么让他现出血莲心？对啊，你看我差点把这事忘了。他有些懊恼地坐回去。那依你之见，该如何是好？萧万平看了一眼门外巡逻的独孤幽，嘴角扬起一抹自信的笑容。嫂嫂，如果我没猜错，那个独孤幽是大哥的人吧？此言一出，苏锦莹更是惊得合不拢嘴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个独孤幽表面忠心，替父皇办事，实际上处处暗中帮我。还有刚才怎么了？宫中局势不利，你敢把凡儿交给他？除了他是自己人，我没别的解释。萧万平的分析让苏锦莹震惊不已，他感觉自己才是那个傻子。仅凭口述，萧万平就推断出真凶身份，将他交给他是正确的选择。之前没告诉你独孤幽的事，是怕你犯病。我明白嫂嫂的苦心。他不是你兄长的人，而是我苏家的人。什么？他是嫂嫂你的人？他对我绝对忠心，跟赵13一样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想让独孤幽暗中去查？对，他也是风铃卫，由他去查最合适。好，我这就去跟他说。查到人，直接带到敬德院来。苏锦莹瞬间明白，萧万平是想把所有风险都自己扛，不连累他们母子。我明白。萧万平找到了正在院子里发呆的萧英凡。凡儿，叔父带你去玩。太好了，叔父终于要陪我玩了。你想玩什么？我想玩捉迷藏。好，你藏在院子里，叔父来找你。好，你数到10。1、2、3。在他身后不远处，苏锦莹正低声对独孤幽交代着什么。独孤幽悄无声息地离开，日落时分才回来。赵13从房梁上落下，悄无声息。太子的暗卫果然身法了得，高手都有自己的脾气。我懂。太子妃为何如此信你？太子妃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以后再细说。行了，大家是一条船上的人，别再疑神疑鬼了。是，殿下。独孤兄，查得怎么样了？一切如殿下所料，无人见过血莲心，不知死活的家伙。独孤幽心中一震，他殿下怎么变了个人？以前没见过杀气。风铃卫那边查得如何？殿下，风铃卫人多，一时半会儿还没查到。昨日值守长宁宫的是哪几队风铃卫？1队到30队，总共29队。赵13对这些分析毫无兴趣，又回到了房梁上。能在房里袭击，身手肯定不是普通侍卫。殿下的意思是，这人至少是个对证。先从对证查起。宁儿时间不多了。是，我这就去查。德妃大闹广明殿，景帝回复等凶手找到一并处置。萧万平在院中踱步，听到消息后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这是在拖延时间，父皇还是偏袒我？去外头猥琐发育，真是因祸得福了。太子之位还得靠自己争。你们守住外门，任何人不得进来。是。独孤幽回来了，拖着一口大箱子，房门被敲响。进。独孤幽推门而入，将一口大箱子拖了进来。两人关好门，对视一眼。独孤幽微微点头。看来是查到了。你手下可信吗？就这么把箱子扛进来？都是出生入死的弟兄，嘴巴严，不会多嘴。哦，你们同样是队长，你怎么能把他悄无声息的掳来？殿下，风铃卫里无人是我的对手。好家伙，又捡到宝了。这人是谁？35队队正刘良。你抬着这么大一口箱子在宫里乱晃，就没人管你？殿下，您别忘了我的身份，风铃卫队正
我可是一清二楚。萧万平朝他竖起一个大拇指，随后两人合力打开了箱子。箱子里，一个男人被五花大绑，嘴里还塞着一块破布。独孤幽一把将他扔在地上。这么一看，他的身形还真跟我有几分相似。不仅如此，殿下，他的声音也跟您有几分像。那就是他了。殿下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当然是去找萧万昌，把他请来我这敬德院。我好久没跟五哥唠嗑了。唠嗑？就是闲聊。可他现在恨不得杀了您，怎么可能会来？而且现在天都黑了，宫门已关，他进不来啊。把这个给他看，萧万昌一看到这个，一定会想办法进宫的。独孤幽接过腰牌，领命而去。独孤幽找了个心腹手下，换上便装，连夜赶往五皇子萧万昌的府邸。风铃卫站在府邸门口，一脸傲慢。告诉你们主子，我要见他。哟呵，你谁呀？知道这是哪儿吗？口气这么大。五皇子萧万昌的府邸。知道你还敢在这儿放肆？赶紧滚，不然别怪老子不客气。你去告诉萧万昌，如果他今天不出来见我，明天一定会后悔。找死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几个护院一拥而上，可眨眼之间，刚刚还气势汹汹的几个护院全都倒在地上，不是断了手就是断了脚，疼得满地打滚。府邸里，一个管家模样的人听到动静，急忙走了出来。什么事儿？我要见五皇子。这位仁兄，敢问找我家殿下有何要事？你把这个东西拿给五皇子看，他自然会出来见我。仁兄稍等，我这就去禀报殿下。不到一炷香的功夫，萧万昌就脚步匆匆地从府里跑了出来。人呢？人在哪儿？殿下，有人要见你。你先别说，下去，全都给我下去。殿下，这……少啰嗦，让这些废物全都滚。是。你是谁？这个殿下不用管，你只需要知道，八殿下要见你。什么？那傻子要见我？现在？还现在？现在宫门都关了，你让我怎么进宫？八殿下说了，如果今晚见不到你，明天这个腰牌就会出现在太极殿上。说完，风铃卫转身就走，毫不拖泥带水。你给本殿下站住，把话说清楚。可惜他哪里追得上风铃卫的脚步？回到府中的萧万昌在书房里来回踱步，脸色铁青。他猛地一咬牙，下定了决心。快去把九转血兰拿来。殿下，这九转血兰可是您费了好大劲才弄来的神药，这大半夜的拿它做什么？少废话，快去。萧万昌心里清楚，今晚要是不下点血本，恐怕是进不了皇宫了。很快，萧万昌抱着一个锦盒出现在了紧闭的宫门前。五殿下，宫门已关，请止步。快去禀告父皇，我觅得一株神药九转血兰，能治好母妃的伤，现在要立刻进宫献药。殿下，明日再来不行吗？混蛋！我母妃的伤已经拖了2天，要是等伤口愈合了，这药就没用了，到时候留下疤痕，你担待得起吗？那殿下，容卑职检查一下盒中之物。萧万昌不耐烦地将锦盒递过去，守卫检查无误后，立刻跑去通报。景帝还没睡，一听是给德妃献药，立刻就准了。毕竟能治好德妃的伤，他也就有理由对萧万平的过错大事化小。宫门打开，萧万昌抱着锦盒快步而入。然而他哪有心思去看望什么母妃，一进宫就直奔敬德院而去。萧万平悠闲品茶，静待贵客。殿下，五皇子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话音刚落，砰的一声巨响，房门被人从外面粗暴地踹开。老爸，你个疯子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萧万平淡定山峰，面对质问。我说五哥，你这嘴是拿去腌咸菜了吗？怎么一开口就这么冲啊？少跟本殿下装疯卖傻，说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他将带来的锦盒砰的一声摔在桌上。哎呦，五哥真是太客气了，人来就来嘛，还带什么礼物？萧万平伸手就要去拿那个锦盒。别碰，这玩意不是给你的。萧万平淡定品茶，不为所动。行了，五哥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我想要血连心。没有。萧万昌心虚，眼神躲闪。真没有？那东西100年难遇，我上哪儿给你弄去？五哥可别忘了，
太子妃是归云苏家的掌上明珠。萧万昌嘴唇抽搐，脸色铁青。该死，怎么把这茶给忘了？我的药铺几个月前收了一颗，不过早卖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也没什么好谈的了。明天刘良就会出现在太极殿上。五哥，你好自为之。独孤幽，送客。等等，萧万昌压制怒火，内心挣扎。刘良是谁？我不认识。好，既然五哥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。萧万平自信讲述，揭露真相。我已经查过了，刘良那天根本就不是长宁宫的执勤风铃卫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？我怎么知道？这还是那个傻子老八吗？很明显，他就是去犯案的。你偷走我的玉佩，趁乱丢在宁儿房间，而刘良也趁机混进风铃卫里。当时大家惊慌失措，谁会注意多了一个不该在场的人？或许他只是路过，看见长宁宫乱了，进去帮个忙而已。我说五哥，你自己编的这个理由，你自己信吗？风铃卫纪律严明，刘良不可能无故闯进长宁宫。萧万昌冷汗直流，眼神恐惧。证据呢？没证据你就是污蔑。证据太简单了。实不相瞒，刘良现在就在我手上。那又如何？唉，五哥啊五哥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宁儿房间里点的是山檀月桂香，这香味极为特殊，一旦沾上，经久不散。萧万昌眼神绝望，气势垮塌。刘良这2天就算换了衣服，可他在宁儿房里藏了那么久，头发、靴子，甚至刀鞘上都还残留着香味，这就是铁证。萧万昌脸色青白，身体瘫软。你想要雪莲心？不止。萧万平眼神狡黠，临时加价。你还要什么？听说帝都药材生意都被五哥你一手包办了，真是经营有方啊。萧万昌眼神杀意，强行压制。血莲心外加20万两白银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20万两？你当本殿下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没有。既然如此，那五哥请便吧。萧万平拿起刘良的腰牌，套在手指上，悠闲地转着，贱兮兮地看着对方。萧万昌怒火中烧，僵持不敢走。血莲心加20万两，你能放了刘良？当然。你最好说话算话。明天晚上还是这儿，我等你。萧万昌冷哼一声，抄起桌上的9转血蓝锦盒，转身就要走。等等。萧万平伸手一把按住了那个锦盒。五哥，这礼都送来了，哪有再拿回去的道理？我说了，这不是给你的。哎呀，血莲心你都给了，20万两你也认了，还差着一个9转血蓝吗？是不是这个理？萧万昌绝望，明白自己栽了。狗东西，你他娘的脸皮比城墙还厚。行，让你得意，好，甚好，拿去，统统拿去，希望你别被噎死。不劳五哥费心，我胃口大得很。萧万昌前脚刚走，独孤幽后脚就进了屋。殿下，您刚才那样子可真是不顾体面是吗？殿下，我可没说啊。这个萧万昌可比萧万荣难对付多了，既然已经撕破脸皮，能多拿捏他一点是一点。独孤幽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，觉得殿下说的没错。殿下，您说他明天真会乖乖把血莲心和银子送来吗？他会的，因为他没得选。萧万平眼中闪过一丝愁绪，目光投向远处的东宫。看到殿下这副模样，独孤幽猜到了他的心思。需要派人先去通知太子妃一声吗？不用，等明晚血莲心到手了再说。是。对了，看好刘良，别让他给跑了。殿下放心，有我看着，他插翅难飞。第2天晚上，萧万平早早请来了太子妃苏锦英。毕竟这血莲心是真是假，只有他能分辨。殿下，萧万昌来了，让他进来。萧万昌黑着脸，手里捧着一个锦盒，进了屋。他一进门，看到苏锦英也在，明显愣了一下。你要的东西？萧万平拿起锦盒打开，只见一朵血红色的莲花，他静静躺在里面，散发着淡淡清香。嫂嫂，劳烦你看看。苏锦英俯下身，先是小心地掐下一小片莲叶，放进嘴里尝了尝。是血莲心没错。钱呢？萧万昌从怀里掏出一沓银票，重重放在桌上。萧万平拿起数了数，20万两，一文不少。嘿，还是这样筹钱快啊！这下军费可有着落了。人呢？在院子里。他将刘良的腰牌扔给萧万昌，萧万昌二话不说，捡起腰牌就冲出了房门。很快，院子里就传来了抱怨的声音，两人渐行渐远。独孤幽走进来，关上房门。血莲心总算到手了，嫂嫂，明天你就把这个献给父皇，
就说是苏家好不容易寻来的。你伤了德妃，父皇正在气头上，这宝物由你去献，正好可以功过相抵。是啊，殿下，太子妃说的对，这可是个好机会。不行。为什么啊？第一，我被关在敬德院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突然拿出这么个宝贝，父皇难道不会怀疑吗？苏景英点了点头，确实如此。第二，要是我去献宝，那父皇悬赏的10万两黄金可就拿不到了。我的天，殿下这心思也太活络了，刚拿到好处，又惦记上陛下的赏金。可这样一来，你伤德妃的事，父皇一定会重重罚你。我还怕他不罚我呢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兄长把天机18局留给我，他的意思嫂嫂比我更清楚。可待在这皇宫里，我束手束脚，根本施展不开。看来你是想通了。没错，要想成大事，我必须离开皇宫，远离帝都这个是非之地。可是你身体抱恙，出宫之后必然危险重重。不是还有赵13吗？嫂嫂还不相信他的本事。话是这么说，而且嫂嫂，你将血莲心献上，父皇龙颜大悦，你和凡儿地位才能更稳固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出宫之后需要有个人在宫里帮我打探消息，现在我势单力薄，只能依靠嫂嫂了。可殿下怎么能保证陛下对你的惩罚就一定是把你赶出宫，而不是别的？这个简单，兄长虽已为国捐躯，但朝中仍有不少他的旧部，只要嫂嫂去跟他们打声招呼，让他们在朝堂上帮我求求情，此事不难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他拿起血莲心，转身就要走。嫂嫂慢走。萧万平拿出9转血兰和娴妃的云凤金头钗，这2样东西还请嫂嫂替我保管，有机会的话就变卖了换成银子。我明白了。可惜了，就这么轻易放过了萧万昌那个小人。放过他，他害我在先，伤了宁儿在后，你觉得我会就这么放过他吗？这一声冷笑让苏景英和独孤幽后背窜起寒意。你还有后手？当然。他从怀中抖出一张纸，上面赫然是刘良按了手印的供词。供词？可刘良已经被带走，单凭这一张纸根本扳不倒一个皇子。你们别忘了在御花园对我动手的那个人。对啊，只要找到那个歹人，再加上这份供词，一样能治萧万昌的罪。可那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上哪儿去找？此时的萧万平望着窗外的夜色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寒光。独孤幽和苏景英站在他身后。会找到的，就让萧万昌再得意几天吧。殿下，刘良那家伙伤了公主，就这么白白交还给萧万昌，我总觉得憋屈的慌。放心，他也活不了几天了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独孤幽已经彻底将自己视作九皇子萧万平的忠实拥趸。殿下有办法杀了他。宁儿是我妹妹，你怎么比我还着急？我这不是替殿下您憋屈吗？殿下别介意，他就是这个直性子。刘良的身份已被我们识破，他活着对萧万昌来说才是最大的威胁。不错，不用我们亲自动手，萧万昌为了自保，一定会杀人灭口。等着看吧。萧万平再次抬眼望向窗外，今夜月黑风高，正是一个杀人灭口的好时机。他知道，从今晚开始，这座新阳城注定不会再太平了。次日清晨，太极殿内，文武百官分列两旁，景帝高坐龙椅之上。陛下大喜啊！微臣连夜用血莲心入药，陛下洪福齐天。长宁公主殿下此时已经醒转了。当真？一大早就听到这个好消息，景帝的脸上乐开了花。千真万确，公主殿下不仅醒了，胃口还相当不错，早上还喝了一碗清粥呢，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完全康复。好，甚好，赏！太医院上下通通有赏，谢陛下隆恩。此时，风铃卫大将军程一刀面无表情地站了出来。陛下，风铃卫35队对证刘良失踪2日，今早他的尸体在城西的幽江被发现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据星阳府尹来报，初步判定是醉酒后失足落水溺亡。哼，一天到晚不思进取，就知道喝那几滴马尿，死了活该。风铃卫的侍卫们平日里无聊，就好喝2口，这事儿宫里人尽皆知，所以对于刘良醉酒落水的说法，大家也都没什么怀疑。程一刀低着头，不敢接话。你从风铃卫里再提拔一个人，补上刘良的空缺。遵旨。程一刀退下，人群中，五皇子萧万昌悄悄对身边的工部侍郎使了个眼色。工部侍郎心领神会，立刻站了出来。陛下，既然长宁公主已经安然无恙，那么
那日在御花园，德妃娘娘被八皇子所伤一事，也该有个决断了。另一个官员紧跟着出列。陛下，八殿下虽身患疫症，但这不能成为他屡次犯错的借口，恳请陛下严惩。是啊，陛下，八殿下攻击性越来越强，若不严惩，恐怕天下人会说我大言律法不公啊。瞬间，10几个官员纷纷出列，齐刷刷跪了一地。请陛下决断。景帝冷冷地扫过这群人，脸上结了一层寒霜。他知道这群家伙是铁了心要搞他儿子。依众位爱卿之见，该如何处置老八？八皇子先伤七皇子，后伤德妃娘娘，罪行累累。依老臣之见，当废为庶人，逐出帝都，永世不得还朝。老臣认为，应当杖责30，再发配北疆充军。不，老臣觉得八皇子已极具攻击性，应该先废为庶人，再关进风陵卫大狱，终身监禁。这些官员不是萧万昌的人，就是萧万荣的党羽，个个都想借此机会把萧万平往死里整。景帝一言不发，他将目光投向右下手站着的一位威严中年男子。忠信伯，依你之见呢？皇帝此举意思再明显不过，他想让未来的老丈人替女婿说几句好话。忠信伯一向大公无私，臣等相信他绝不会徇私枉法。这高帽子一戴，就是想堵住顾风的嘴。哼！顾风扫了阶下群臣一眼，眼神里充满了不屑，缓缓出列。启禀陛下，微臣认为八殿下罪不可恕，但情有可原。哦，说说看。其一，八殿下近日连伤2人，确实富有攻击性，但这是因为他身患疫症所致，并非本意，此为情有可原。那依你之见，该如何处置？顾风深吸一口气，似乎下定了极大的决心。陛下，八殿下伤人乃不争的事实，若让他继续留在宫中，难保日后不会意外伤及龙体。微臣建议将八殿下迁出皇宫，另外赐一座府邸给他。这个处理结果已经是最好的了，既能平息众怒，又能保全萧万平。忠信伯此言在理，众卿可有异议？萧万昌一党本来就想把萧万平赶出宫，见目的达到，也不再多言。陛下英明，传朕旨意，明日起，八皇子萧万平迁出皇宫。至于府邸嘛，景帝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。父皇，儿臣府邸旁边不到半里地，正好有处废弃的宅子，虽然荒废了些，但打扫一下还是能住人的。陛下，五殿下真是大人有大量，八殿下住在他旁边，平日里也能有个照应，不是？不，老八即便迁出宫，也哪儿都不去。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，所有人都懵了。父皇，您这话是何意？老八出宫就住在忠信伯府上。景帝话音刚落，整个朝堂瞬间炸开了锅。萧万昌瞳孔骤然收缩，心直接沉到了谷底。父皇，万万不可！有何不可？父皇，老八与顾家小姐虽有婚约在身，但毕竟尚未完婚，贸然住进忠信伯府，岂不有损忠信伯一家的清誉？这要是让萧万平住进未来老丈人家里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那他还怎么追顾抒情？萧万昌当然是100个不乐意。那让他们成婚不就得了？景帝话一出，太极殿立时鸦雀无声。本以为这桩婚姻会被取消，萧万昌没想到父皇竟要赐婚。怎么，老五，你对朕的决定有意见？父皇，您说什么？老八他……萧万昌心乱如麻，一切都失控了。朕说，让老八与顾家小姐完婚，如此嫉妒悠悠众口，又全伯府名声。此言一出，百官们再也忍不住。这风向变得也太快了吧？是啊，八殿下这辈子完了，没想到陛下还记着婚事。萧万昌的脸彻底扭曲了。父皇，此事万万不可啊！哦，你又有何高见？萧万昌额头冒冷汗，大脑飞速运转。父皇，八弟身患疫症，神志不清，若是强行完婚，岂不让天下人耻笑？萧万昌此话一出，党羽找到突破口。陛下，五殿下所言极是，忠信伯劳苦功高，
不能寒心啊。臣附议，臣也附议，请陛下三思。呵，当事人还没说话，你们倒急着跳出来反对。老五，别以为朕不知你心思，帝都闺秀还少吗？你偏盯亲弟未婚妻，想干什么？萧万昌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吓得低下头，不敢再吱声。他的党羽们见状，也纷纷缩起脖子，噤若寒蝉。中信伯，你的意思呢？启禀陛下，当年定下婚约，老臣没有二话。八殿下虽患议政，老臣若悔婚，岂非背信弃义？一切但凭陛下圣裁。顾风看透一切，他拒不了，也不敢拒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忠信伯，忠孝仁义，百官楷模。景帝意有所指地瞥了一眼萧万昌一党，随即走回龙椅坐下。不过，朕也非不近人情之君。太子妃说，苏家鬼医已在来京途中，等老八议政痊愈，再与抒情丫头完婚。多谢陛下体恤。顾风嘴上说凭陛下做主，哪个父亲愿嫁心头肉给傻子？如今有了治愈希望，他喜出望外。不过，在此期间就要劳烦忠信伯多照看老八了。陛下放心，老臣一定将八殿下照顾妥当。萧万昌心如死灰，眼中闪过阴狠。萧万昌暗暗攥拳，恶毒计划成型。德妃受伤，老八是主因，看守他的风灵位，难辞其咎。陛下，末将用人不明，请陛下降罪。此事与你无关，独孤幽疏忽，中间计。朕已命大理寺严查幕后黑手，查实一灭三族。萧万昌听得冷汗直流，身子微微一颤。景帝看在眼里，却不动声色。传旨谢独孤幽对正直，贬为皇子亲卫，随八皇子入忠信伯府，麾下10队队员一并随行。末将替独孤幽谢陛下不杀之恩。顾风眼皮一跳，明白景帝深意，这哪是贬谪，分明是派精锐卫队贴身保护萧万平。该罚的罚完了，也该论功行赏了。大殿内再次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。太子妃苏锦莹心系皇妹，献神药救公主，功不可没。不，册封苏锦莹为护国长公主，享王侯待遇。臣媳谢陛下隆安。外姓封长公主，本朝头一遭，百官哗然，纷纷猜测圣意。你既是长公主，东宫不宜再住，一切听凭父皇安排。老八敬德院空出，你和凡儿搬去那儿住吧。朕再派2队风灵卫，日夜守护你们母子周全。臣媳遵旨。有长公主头衔和卫队保护，苏锦莹母子暂时安全了，但也仅仅是暂时。凤卿家还有何事要奏？殿内一片寂静，无人出声。若无事，便退朝吧。景帝起身准备离开，忽然传令兵神色慌张地冲了进来。报，北境急报，800里加急。景帝猛地转过身，双眼死死盯住传令兵，满朝文武瞬间变色，噤若寒蝉。说。景帝吐一字，大殿气氛凝重到极点。报，魏国在归云边境屯兵30万，大有进攻之势。此言一出，群臣哗然。什么？景帝迅速走下龙椅台阶，快步来到传令兵面前。屯兵30万，魏国想干什么？大燕与魏国多年维持表面和平，大燕才敢集结主力与北凉开战。回圣上话，魏国屯兵之后，便遣4皇子姜不换为使，出使我大燕，声称要……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吞吞吐吐？快说！那姜不换声称要迎娶长宁公主，让2国永结秦晋之好。呵呵，秦晋之好，宁儿才刚行过笄礼，他们就敢觊觎朕的掌上明珠，还屯兵30万，这分明是在威胁朕。景帝拂袖转身，重新坐回龙椅，脸色阴沉。陛下，魏国此举明显是趁人之危，他们知道我大燕主力正与北凉周旋，才敢如此嚣张，用重兵逼迫长宁公主下嫁。魏国简直欺人太甚，若真有心和亲，也该是他们送公主过来，哪有强娶我大燕公主的道理？不错，娶的还是陛下最疼爱的长宁公主。
这分明是要打我们大言的脸。陛下，和亲一事绝不能答应，否则我大言威严扫地，将来如何在天下立足？老五，你有何看法？萧万昌被点名后，一个机灵，迅速回神。父皇，儿臣认为魏国此举就是赤裸裸的逼婚。若我大言忍下这口气，将宁儿妹妹下嫁，必会大失人心。那依你之见，该当如何？父皇，不如调回北境之兵，与那魏国决一死战。不可，五皇子此言差矣。北境兵马若调回，燕云、子阳二城必将失守，届时京城危矣。那人面如冠玉，目光锐利，正是景帝的三子萧万安。老三，你来说说。父皇，儿臣认为北境之兵绝不可调。那魏国兵患又该如何解决？回父皇，魏国屯兵30万，却未立刻进攻，说明他们也暂无开战之意。其真实目的就是想借此让我大言颜面扫地，逼迫宁儿妹妹下嫁。儿臣认为应立刻从各地悄悄调集驻军，增援归云城，以防不测。三皇子所言极是，魏国使臣将不换要到京城，尚需7、8日，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，从周边调兵支援。钟信伯，你的意思呢？陛下，北境兵马不能撤，归云边境之危也必须解。只是老臣一时也想不到两全之策。唉，景帝心中清楚，面对两线夹击，国之危矣。难道我大言真要受此奇耻大辱不成？就在此时，一直沉默的苏景莹缓缓出列。景帝特许苏景莹参与朝会，商议夺回太子遗体之事。陛下，臣系倒觉得不必过于忧心魏国那30万大军。哦，太子生前常说你胸有韬略，你且说说看，这是为何？回陛下，据臣媳所知，魏国大皇子、二皇子、三皇子或死或残，这4皇子将不换是魏帝目前最宠爱的儿子，极有可能成为储君。既如此，魏国怎敢让他亲身犯险？出使我大言，难道不怕我们一怒之下就地诛杀了这位准太子吗？说得好，你继续说。所以臣媳认为，至少在江不换平安离开我大言之前，那30万卫兵绝不敢有任何异动。长公主此言差矣。既然江不换是魏帝最宠爱的皇子，为何还要派他来冒这个险？魏国又不是没有其他皇子。看来陈尚书对魏国之事不太了解啊。本官忠于大言，自然是为我朝鞠躬尽瘁，哪有闲工夫去管他国闲事？陈尚书此言大谬。如今3国鼎立，正所谓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你好了，都别吵了，听长公主继续说。其实魏国如今的处境与我大言类似，储君未立，皇子争斗不休。魏帝之所以派江不换来，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想让他通过此行立下大功，好名正言顺地册封他为太子，堵住朝中悠悠之口。因此那30万卫兵根本不是为了攻打我们，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警告我大言必须好好对待江不换，确保他安然无恙。说穿了，这不过是魏国的一场阳谋，只为几个威慑作用罢了。听完苏景莹一番分析，景帝只觉豁然开朗。好好听听，这才是你们该说的话。食君之路，担君之忧，到了大言真正危难的时候，你们一个个屁都放不出来。长公主，那你觉得我大言具体该如何应对？陛下，分析归分析，但30万大军压境，不可不防。暗中调动驻军前往支援归云城，此乃必要之举。另外，我们必须保证江不换在我国境内的绝对安全，否则魏国可就真就攻城了。苏景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魏国的阳谋，不仅解了朝堂之困，更让景帝看到了破局的希望。好，传朕旨意，命归云方圆200里的驻军全部赶往支援。令
沿途派兵严加保护江不换，务必确保他安全到达帝都。遵旨。陛下，还有一事，北境20万大军群龙无首，时日已久，军心必乱。如今东边祸起，北境绝不可再有任何闪失。苏景莹的话说到了景帝的心坎里。行军打仗，最忌犹豫不决，攻不攻，退不退，军心必然涣散。再传旨北境，命副将徐碧山暂代主帅一职，给朕死守千丈原，不得让北凉那帮孽畜踏进我大研一步。遵旨。解决了2件心头大事，景帝看向苏景莹的眼神里充满了赞许。此女心思缜密，一眼便看穿魏国意图，比朝中这帮老臣强多了。难怪太子生前那般优秀，有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太子的尸身。陛下，国事为重，私事为轻，眼下还是先应付魏国使团再说吧。景帝闻言，脸上露出一丝欣慰。萧万平、苏景莹、独孤幽3人围坐一起。苏景莹将朝堂之事告知了萧万平。宫是能出去了，可直接让我住进忠信伯府，这不就是寄人篱下吗？哎，我以为出了宫，自己开了府，就不用再卖力装疯卖傻了。现在倒好，去了顾府，天天在人家眼皮子底下，这傻子还得继续装下去，累啊。好了，陛下这是在保护你，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下把你给连累了。殿下说的哪里话？出了宫，反倒自在些，我乐意的很。忠信伯府有500府兵，再加上独孤幽和赵13，我总算可以放心让你出宫了。看着苏景莹关切的神情，萧万平心中一暖。嫂子放心，我这傻人有傻福，死不了的。萧万平脑中忽然闪过一个身影。对了，还有顾淑琴，我这个未过门的媳妇，好几年没见了，长啥样都快忘了。也不知道这个传说中的帝都第1名，现在到底长成啥样？是极品御姐还是可爱小萝莉？是珠穆朗玛峰还是东北大平原？呸呸呸，想什么呢？老子是要拥兵自重干大事的人，绝不能沉迷美色。不过父皇打算让我跟顾淑琴完婚，这倒是个麻烦事。你知道你的顾虑，一旦你和顾淑琴完婚，咱们谋划的事难免会让他看出一二。忠信伯又是朝廷的死忠，万一事情败露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嫂子聪慧，这点我也想到了，所以接下来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嫂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若有本事把顾淑琴治得服服帖帖，让她跟你一条心，她又怎么会倒向娘家？与其费那个劲儿，我还不如盼着我这议政一直好不了，这样一来婚也不用结了。不行！萧万平被他突然的严肃吓了一跳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有责任治好你的议政。嫂嫂，我失言了。说说魏国使团吧，你怎么看？嫂嫂分析的没错，那30万卫兵就是给江不换壮胆的，他们不敢真的打过来。不过嘛，不过什么？这江不换来和亲是讲，真正的目的恐怕不只是宁儿那么简单。哦，俗话怎讲？你想啊，他要是能强取宁儿回魏国，那威望立马就到顶了，当太子顺理成章。可要是不行，他至少也得想办法让我大言难看。好在魏国那边立威。提到大言危局，3人神色都凝重起来。虽然萧万平一心想搞事，但这里毕竟是他的家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总之，等那江不换来了再说吧。明天我就要搬出这皇宫去住顾府。嫂嫂，我想了想，出了宫有独孤幽和顾府500府兵护着我，要不把赵13留在你身边？不行，我现在是长公主，身份等同王侯，没人敢轻易动我们母子。陛下也说了，会派风铃卫保护我，这赵13必须跟着你。苏景英看着萧万平，心里再次佩服他的深谋远虑。他让自己献出血莲心，不仅换来10万金，还换来了长公主的封号，这对他们母子是最好的保护。那10万金我先替你保管，日后要用，派人通知我便可。10万金就是100万两银子，加上之前的30万两，我这还没出宫呢，第一桶金就到手了。哼哼，7皇子、5皇子、3皇子，你们给我等着，等我出去，把你们挨个收拾了。对了，嫂嫂，父皇让你迁出东宫，怕是想重立太子了。这是迟早的事，我们能做的唯有加快脚步。还是说说我那个未过门的媳妇儿吧，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这媳妇可不得了，
听说自小聪慧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尤其在诗术方面造诣极高，连大儒都对他敬佩3分。诗书，哼，这乱世之下，这些玩意儿不过是误人子弟罢了。你可别小看了他，顾淑琴这孩子，帝都的达官贵族都抢着追，那七皇子萧万昌就是其中之一。那他有心仪的人吗？这倒没听说，不过那些世家子弟邀他吟诗作对，他倒也从不拒绝。哦，还是个交际花。嫂嫂，你觉得这么一个才貌双全的佳丽能看上我这个傻子吗？不管他会不会，圣上已经下旨赐婚，这事由不得他。三人又就出宫的细节商议了许久，约定好日后的联系方式，这才各自散去。第二天一早，萧万平离开了皇宫。东东谷，东东谷，独孤将军，你进来一下，圣上有口谕要传达。魏总管，敢问陛下有何口谕？陛下说了，八殿下若出了什么事，也绝不能死在你独孤幽的前头。独孤幽心里一惊，明白了景帝的意思，烦请魏总管转告陛下，只要我独孤幽还有一口气在，就不会让八殿下出任何事。好，甚好，咱家就知道陛下没有看错人。魏红的公鸭嗓让萧万平一阵反胃，魏红看向独孤幽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。要说这宫里啊，长得又俊，功夫又好的，就属独孤将军你了。果然，这死太监想让人当干儿子。总管谬赞了，卑职惶恐。独孤幽感觉自己额头冷汗都下来了。老奴在宫里待了这么多年，平日里连个说话解闷的人都没有，我这心里苦啊。魏红的姿态让萧万平浑身鸡皮疙瘩。老奴啊，留意你很久了，要是往后你能常陪老奴说说话，解解闷儿，老奴向你保证，半年之内就让你当上风陵卫的吕正，再也不用待在这傻子身边伺候了。总管好意，卑职心领了，恐怕无法脱身。你放心，这傻子过不了多久就用不着你保护了，咱们俩就可以说说话了。过不了多久就不用保护我了？难道他知道什么内幕？总管，我还是出去驾车吧。下人笨手笨脚的，话还没说完，独孤幽就像逃命一样钻出车厢。东东谷，东东谷，坏了，这老贼不会把主意打到我身上吧？我穿越过来，不会要认太监当干爹吧？这也太惨无人道了。你这张脸俊是相当俊，只可惜是个傻子，看着也无聊。好险，又一次傻子的人设救了我一命，甚好，甚好啊！就在萧万平庆幸之际，车外传来一阵叫卖声。来咯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新鲜出炉的顾淑琴手书，一份只要5两银子，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啦。看他这身打扮，也不像缺钱的样子，居然当街叫卖。公子哥们瞬间像疯了一样涌去，把街都堵住了。别抢，这张是我的。滚一边去，本公子先来的。我要那张，这是钱，拿去。别抢别抢，一个个来，排好队嘛。我说顾萧，这次丑得跟鬼画符似的。真是你姐写的吗？你懂什么？我姐说了，她正在研究一种新的书法，这些都是珍贵的手稿，不信你闻闻，上面还有我姐身上的脂粉香呢。果然清香扑鼻，本公子今晚一定要把它放在床头，陪我入睡。说着，那公子一脸猥琐地抱着墨宝挤出了人群。顾萧，这不是我那未婚妻顾淑琴的弟弟吗？要是让他爹知道他儿子干这个，怕不是要气得当场吐血3升。字画没了，但是今天的重头戏是这个。我姐刚用完的胭脂盒子，10两银子起拍，价高者得。噗，原来刚才那些破字画只是开胃小菜，这玩意儿才是重头戏。这家伙有点意思。哇，是顾小姐的胭脂盒子，我要定了，我出20两。30两，谁也别跟本公子争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老子出50两。我出60两。空胭脂盒最终以150两银子的高价成交。一个破盒子卖150两，这小子很懂营销嘛。我正愁以后要养兵，钱不够花，身边有个经商天才，没想到啊，老天爷就给我送来一个。车内，魏红终于不耐烦了，速速离去，别妨碍本总管办事。魏红这一嗓子立刻引来了那群公子哥们的不满。你是谁呀？敢这么跟我们顾少爷说话？就是，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位可是顾萧少爷。还不赶紧下车给我们顾少爷行礼！
哟，顾家小子，好大的威风啊！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顾潇浑身一激灵。不卖了，不卖了，今天到此为止，都散了啊！别啊，顾潇，那把扇子我想要啊！去，说了不卖了。顾潇3下5除2把东西塞进怀里，跑到马车前。小的见过魏总管。哦豁，这小子认识这死太监啊，该怎么把这个小财迷收为己用呢？顾少爷，你这生意经念得不错嘛，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。这事儿你爹知道吗？一听这话，顾潇的脸瞬间就白了。别，魏总管，您可千万别告诉我爹，他要是知道了，非得把我的腿打断不可。上来吧，咱家正好要去顾家宣旨，顺道捎你一程。哎，好嘞。顾潇毫不客气地爬上马车。魏总管，这位就是我那个未来的傻子姐夫。顾潇说着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大大咧咧地在萧万平旁边坐下。东东，好玩。话音未落，萧万平手里的拨浪鼓啪一下，精准地甩在了顾潇的脸上。顾少爷，这位主儿最近攻击性可强了，你说话可得小心点儿。顾潇摸着脸，挪了挪屁股，离萧万平远了点。我姐可是倾国倾城大才女，却要嫁给傻子，陛下对我们顾家可真是太好了。哎呦，我的顾少爷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当心掉脑袋。顾潇一把拉下魏红的手，翻了个白眼，又重新上下打量起萧万平。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，可惜了，真是可惜了。哼，这小子还挺护着他姐，不错，至少不是个没心没肺的，得再观察观察。顾少爷，咱家看你刚才可是卖了不少银子啊。魏总管，你想干嘛？你说，要是让钟信伯知道你在大街上倒卖他女儿的闺房用品，他会怎么样呢？好家伙，这死太监出了宫就放飞自我了，当着我的面就公然索贿啊！靠，这死太监不就是要钱吗？至于威胁我吗？魏总管，您看我赚点辛苦钱也不容易，您就高抬贵手，别告诉我那老头子了。可可，魏总管，您平日里辛苦，这点小意思，您拿去喝茶。魏总管，够吗？这狗东西，胃口真不是一般的大。哎，魏总管，您要多少？您直接说个数。咱们一人一半，感情不散嘛。呵呵，对，一人一半。顾潇飞快地把剩下银票塞回怀里。这小子有点小聪明，反应也快，还懂得变通，就是不知道骨头硬不硬，得再观察。约莫2刻钟后，马车稳稳停下。殿下，魏总管，顾府到了。顾潇第一个跳下车，独孤幽先把魏红扶下车，最后才是萧万平。少爷，您上哪儿去了？老爷正找您呢。先别管我了，快去禀告父亲，宫里来人了。这顾府门口连个石狮子都没有，看起来倒是挺沉稳庄重的。顾风早知魏红是来宣旨的，已带着夫人在厅堂等候。眼看魏红和萧万平进门，立刻带着家人迎了出来。臣恭迎魏总管，恭迎八殿下。这就是我老丈人。那帝都第一美女在哪儿呢？萧万平的目光在人群里快速搜索，却只看到了顾风夫妇和一些下人。钟信伯接旨。顾风立刻带着家人跪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钟信伯顾风忠孝仁义，有女抒情，贤良淑德，特赐婚于八皇子萧万平。待八皇子议政痊愈，即刻完婚期间，八皇子暂住顾府，望卿好生相待，亲此。老臣接旨。我不嫁，你们谁爱嫁谁去嫁，我就是不嫁。萧万平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女子快步从里院走出，她五官精致，身姿曼妙，此刻却满脸泪痕。我靠，这就是我未来媳妇，美，真美，这气质，这容貌，绝了！而且这身材，啧啧，这才多大年纪，居然就有如此雄伟的规模，老子这波不亏啊！放肆！父亲，你怎么忍心让我嫁给这么一个傻子？顾淑琴梨花带雨的模样，当真是让人我见犹怜。听到顾淑琴说萧万平是傻子，魏红的脸立刻拉了下来，眼神冰冷。顾小姐，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抗旨咯？顾风赶紧接过圣旨，从地上爬起来。总管，在下管教不严，见笑了，见笑了。父亲，女儿不嫁。嚯，这小妞还挺刚烈，有心上人了。
要是这门婚事有用，我就接着；要是成了绊脚石，哼，休怪我不客气。至于谈情说爱，呵，狗都不碰。休得胡闹！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何况这是陛下谕旨亲赐，多少人梦寐以求。梦寐以求，我看是女儿的噩梦才是。顾风以为女儿嫌弃萧万平的议政，于是耐着性子解释：长公主已请鬼医出山，殿下议政，很快痊愈。那如果好不了呢？好不了，也得嫁。顾淑琴闻言，身体一晃，眼泪哗哗往下流。不，我不嫁，我要进宫面圣，我要请求陛下取消婚约。顾淑琴说完，转身就要往外冲，拦住他！几个护院立刻上前拦住了顾淑琴的去路。你和殿下的婚约10几年前就已定下，如今因殿下议政就不嫁，顾家颜面何存？我才不管天下人怎么看，女儿不嫁他，不是因为他患上了议政。此话一出，萧万平都愣了一下。哦，居然不是嫌我是个傻子。嘿，这女人有点意思啊。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，圣旨已下，这事由不得你。我若偏要抗旨呢？大胆！顾小姐，你当真想抗旨不成？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姐，你可千万别冲动啊！有事咱们好好说，我不想这么早见列祖列宗啊。顾淑琴被弟弟拉着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诛九族这个词以前对他遥远又陌生。顾小姐，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该想想钟信伯，想想你的娘亲和弟弟，可能因你一个举动，大家都要身首异处，你忍心吗？好家伙，独孤幽不光武功高，劝人还一套一套的。身首异处？他自己不怕死，可父母呢？还有他最疼爱的弟弟顾萧呢？怎么样，顾小姐，你还要抗旨吗？顾淑琴看了一眼自己的家人，一行清泪滑落，随即缓缓闭上眼睛，双膝一软，跪在了地上。臣女顾淑琴接旨。这就对了嘛。顾风长舒一口气，赶紧示意夫人把女儿扶起来。魏总管，毕府备了薄酒，还请总管一步。那就多谢钟信伯了。魏红心里门清，喝酒是假，顾风要塞辛苦费才是真的。在管家的带领下，萧万平来到了给他安排的庭院。顾风早已命人将这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殿下，独孤兄，往后你们就住这儿，若有需要，尽管吩咐下人即可。有劳了。独孤幽带着萧万平走进庭院，穿过跃动门，左边是主卧，右边是厢房。殿下，这庭院在顾府西南角，后边就是小巷。老爷特意吩咐，必须保证殿下的清静。管家这话看似是对萧万平说的，实则是说给独孤幽听的。甚好，待殿下清醒，我自会转达钟信伯的苦心。多谢独孤兄，那小的就先告退了。到了晚上，萧万平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他仔细回想今天在马车上魏红说的那句话。不用多久，独孤幽就不用保护我了。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像老子快要挂了一样？联想到前些日子萧万昌陷害自己却不伤害自己，萧万平猛然瞪大了眼睛。我明白了，萧万昌想让父皇把我赶出宫，这样一来，萧万荣想在宫外杀我就简单多了。而老子一死，顾淑琴就成了他萧万昌的。好一对兄弟，这是盯着老子不放了，看来得加快速度了。萧万平的目光变得锐利。这顾府有500府兵，若能为我所用，也算是我第一支军队了。毕竟以我这个傻子身份，父皇不可能让我拥有私兵，只能借势了。突然，房间后墙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赵13对萧万平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不上，是顾淑琴。是他？这么晚了，他到我房间后墙干什么？看他们主仆的样子，是想逃离顾府。哦，逃婚，就算被发现，也不至于诛九族。这妮子有点小聪明。萧万平站起身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。也罢，就去会会我这位未来的媳妇。本殿下就在屋后，你们不用跟来。是。萧万平绕到庭院后面，只见墙脚下，顾淑琴已经换上了一身仆从的衣服，做了男装打扮。她正踩在一个小丫鬟的肩膀上，伸长了手去够高高的围墙。可惜墙实在太高，她又不敢用力跳。
努力了半天，手指头连墙头都没摸到。需要帮忙吗？听到身后声音，顾淑琴吓了一跳。萧万平在不远处微笑，不服。顾淑琴尴尬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快速整理好衣服和头发。见过殿下。顾淑琴瞪了萧万平一眼，把头扭向一边。殿下如此闲情雅致，还来屋后闲逛。顾小姐不也一样？我看见今晚月色好，想出去逛逛，不行吗？这妞儿连撒谎都不会，差点被她逗笑了。帝都无宵禁，为何不走大门，非要翻墙呢？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顾淑琴耍起了小脾气。萧万平故意摸鼻梁，露出讨厌的笑容。你以为你逃婚了，父皇对顾家的处罚就能免了？谁说我要逃婚了？从今天起，本殿下每天都必须在顾府见到你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未来的夫君。我才不嫁给你！萧万平懒得跟他争辩。你要是敢跑，我就去告诉父皇；你要是跑了，我怎么把你家那500府兵弄到手？你无赖！顾淑琴气呼呼地转身想走。你穿成这样，还以为胸口被打肿了呢。萧万平看着粗糙女扮男装的他，心里直发笑。下流！他赶紧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胸口。我听说你清醒时算君子，没想到你……顾淑琴气得都找不到词来形容他了。没想到我是个大色批是吧？小姐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走。站住！顾淑琴不理他，继续往前走。你再走一步，我立刻就去告诉你爹。听到这话，顾淑琴的脚步瞬间停住。还有什么事？你好像不是因为议政不愿嫁我。顾淑琴站在原地，没有回头。病可治，但一个人要是没了抱负，就没救了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报复？闻言，顾淑琴缓缓转过身，一脸怀疑地看着他。你呵呵，说清楚。整天龟缩宫里被欺负，还靠兄长摆平，遇事唯唯诺诺，这就是有抱负。这确实是以前那个真正的萧万平。那依顾小姐的意思，什么样的人才入得了你的眼？顾淑琴仰起头，看着天上的圆月，眼里充满了憧憬。上马能挽弓，下马能治国，书案前能吟诗作对，朝堂上胸怀天下。这妮子的要求让萧万平想起前世段子。要求不高，月薪20万就行。这样的夫君，你应该去寺庙里找。什么意思？向佛祖许个愿，兴许他能赐给你一个。你做不到，不代表别人做不到。4样条件满足一样，人品端正就行。在他看来，萧万平一样都占不着。听你这口气，顾小姐心里早就有人了。不关你的事。殿下，我们小姐说了，帝都男人没一个能入她眼。多嘴。萧万平得到了想要的信息，满意拍手。行了，夜深了，今天的事暂且不告诉钟信伯。萧万平顿了顿，再次看向顾淑琴。记住我说的，要是再有下次，我绝不留情。萧万平一边走，一边抬头看着明月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你喜欢诗词，先给你扔颗炸弹，自己体会。果然，顾淑琴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小姐，人都走远了，我们也快走吧。要是让顾老爷看见，非打断丫鬟的腿不可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顾淑琴任由丫鬟拉着，浑浑噩噩地回了房间。顾淑琴坐在书桌前，反复抄写诗词。不，这不可能是他做的。小姐，您就别多想了，赶紧睡吧。难道他幽居皇宫，一直在醉心诗词？他那下流无赖样子，不像能做千古佳句的人。小姐，依奴婢看，这句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呀。你懂什么？此句意境深远，情感真挚，能写出此等词句，必定是满腹经纶的大才子。就他那个傻子，满腹经纶，小姐可别逗我了。丫鬟一回到闺房，立刻就原形毕露了。对，一定不是他写的，这肯定是抄的。萧万平刚回到自己的院子，独孤幽立刻上前：“殿下，方才顾夫人来了一趟，顾老爷宴请同僚，希望殿下能和顾小姐一同出席。”听到独孤幽的禀报，萧万平有些意外。顾风要宴请同僚，这位钟信伯平时几乎不跟百官来往，顾夫人是这么说的，还特意让我和顾淑琴一起出席。是的，殿下，他特意交代了。萧万平略一思索，立马就明白了。顾风是要告诉帝都官员，别再胡搅蛮缠了。没想到这个老顽固还挺能处。第二天一早，顾府上下忙着张罗晚上的宴席。就在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时，
顾潇悄悄溜进了房间，他在书案上东翻西找，发现了压在墨砚下面的几张纸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虽然顾潇不爱读书，但鉴赏能力还是有的。行啊，老姐，没想到你在诗词上的造诣都到这境界了。这么好的句子还是老姐的亲笔，肯定能卖不少钱。顾潇心里美滋滋，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。顾潇熟门熟路地来到上次卖东西的地方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新鲜出炉的宝贝。很快，一群豪门子弟闻声围了上来。顾少，又有什么好东西？别急别急，今天可是有好货。什么好货？快拿出来吧！顾家大小姐新做的诗词亲笔手稿，想要不？别废话了，开个价，老子全要了。这董兴民和五皇子一样，都是顾淑琴的狂热追求者。排队，一个个来，价高者得。顾潇可不傻，他必须把顾淑琴的行情利用到极致。人群的喧闹声引起了不远处两人的注意。吴殿下，您看，那不是顾潇吗？说话的人正是五皇子萧万昌。看那样子，好像又在卖抒情的亲笔字画。走，去看看。都让开，让开。谁呀？懂不懂规矩？排队。哟，董兴民，好大的威风啊！五殿下，董兴民的爹是萧万昌的人，但关系并不好。萧万昌径直走到顾潇面前。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上街给顾伯爷挑件礼物。有心了，有心了。萧万昌用扇子指了指顾潇怀里的纸。这些是你姐写的？是。萧万昌随手拿起一张看，瞳孔骤然一缩。好词好词，简直是千古佳句啊！为了追顾抒情，萧万昌也研究过不少诗词。五殿下见笑了，那您要买吗？买，当然得买，这些我全要了。不行，我们也要。萧万昌身旁的侍卫立刻瞪圆了眼睛，杀气毕露。敢跟五殿下抢，不要命！人群瞬间鸦雀无声。殿下打算出多少银两？你卖多少？一张10两起拍。那好，本殿下就出双倍价钱，20两一张，全买了。殿下，顾潇心里已经开始骂娘了。殿下，您听错了，是10两起拍，不是一张10两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那我就告诉顾伯爷了。别，愿意，我愿意。萧万昌数了数，一共11张。给你取个整，这是200两，说好。好家伙，还白送一张。顾潇心里那叫一个恶心。堂堂五皇子竟然当街强买强卖，就这格局，难成气候啊！萧万昌丢下银票，拿起所有纸张，在一众愤怒的目光中笑着离开。顾潇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，欲哭无泪。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一个比一个坑。顾潇收了摊，垂头丧气地回了顾府。夜幕降临，顾府灯火辉煌，管家热情迎接官员。忠信国顾峰坐在主位上，身边都是朝中重臣。萧万平、萧万昌、董兴民等一众小辈被安排在了主桌右侧。萧万昌突然看向萧万平：“阿弟，这寄人篱下的滋味如何啊？”萧万昌就是想让萧万平在众人面前丢脸。面对五皇子萧万昌的公然挑衅，所有人都以为萧万平会忍气吞声，萧万平却毫不在意，一撩衣袍坐了下去。五哥，在顾府天天能见到抒情，父皇就是想让我开府，我还不答应呢。这话像一记重拳，狠狠砸在萧万昌心头。他费尽心机才把萧万平搞出宫，结果皇帝转头就给这傻子和顾淑琴赐了婚，让他极度的夜夜难眠。萧万昌嘴角抽搐了一下，冷哼一声，也坐了下来。八殿下，我可听说顾小姐死活不愿嫁给我，这天天见到你，是有什么意思？这位是在下太常寺主簿陈继之子，礼部尚书陈师启之孙陈文楚。陈师启的孙子，那不就是萧万昌的表兄弟吗？难怪这么嚣张。原来是国丈之孙，这名头够响亮的。不敢。听说陈尚书前些时候被父皇训斥了，正闭门思过呢，也难怪今日没见到他人。萧万平专挑别人的痛处下手，丝毫不给对方面子。你还有圣旨以下，不管顾淑琴愿不愿意，她都得嫁给本殿下，这一点就无需陈公子操心了。这番唇枪舌战让在座的青年才俊都看呆了。传闻中的傻子皇子怎么说话这么带刺？一时间没人再敢出言挖苦。
说话间，顾淑琴在弟弟顾潇的半拉半扯下，极不情愿地走了过来。顾淑琴一到场，就狠狠地瞪了萧万平一眼。萧万昌见状，心中一喜，立刻站了起来。淑琴，谁惹你生气了？他嘴上问着顾淑琴，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萧万平。见过武殿下。跟本殿下还客气什么？谁惹你不高兴了？告诉我，我一定把他打成猪头，让他娘都认不出来。萧万昌说着，眼神依旧死死锁定萧万平。丽妃和兄长是萧万平的逆鳞，萧万昌这是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。萧万平脸色一寒，砰的一声狠狠拍了下桌子，猛地站了起来。你想干什么？萧万平深吸一口气，脸上又挂上了那副邪魅的笑容。五哥，这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要问也是我来问。淑琴，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跟我说，我去父皇面前告他一状。顾淑琴闭上眼，一脸不耐烦，没有回答。无妨，淑琴，你就当着大家的面说说，是不是本殿下欺负你了？萧万平笃定，昨晚那件羞人的事，顾淑琴打死也不敢说出来。没有，谁都没有惹我，都坐下吧。顾淑琴说完，就在空位上坐下，她的位置正好在萧万平和萧万昌中间。萧万平抢先一步坐回原位。哎，武殿下等等。顾萧搬来一把椅子，在顾淑琴和萧万昌的座位之间。父亲吩咐了，让我坐在姐姐身边，得罪。顾萧一屁股坐下，直接把萧万昌挤到了一边。萧万平心里乐开了花，这小舅子有点意思。他可不知道，顾萧这是在报复白天被萧万昌强买的仇吗？见人已到齐，主位上的中信伯顾风站了起来。诸位，今日设宴，是为小女淑琴承蒙陛下赐婚，不日将与八殿下完婚，小女得各位才俊赏识，但如今圣婚在身，往后还请诸位避嫌。顾某说话耿直，先自罚一杯。果然，这场宴会就是鸿门宴，是专门开给顾淑琴这些追求者的警告大会。主桌的官员们纷纷举杯道贺，唯有顾淑琴冷着脸，不断冷笑。而萧万平这桌则是一片死寂，追求者们个个脸色铁青。诸位听到了吗？淑琴以后便是我的人了，若再纠缠，便是抗旨，休怪本殿下不客气。萧万平嘿嘿一笑，举杯自饮一口，然后特意看向萧万昌。五哥，你听到了吗？八弟，据我所知，这圣旨里还有一项附加条件。这话一出，众人眼中又燃起了希望。武殿下，什么条件？圣旨上说了，等我这八弟的癔症痊愈后，方能完婚。可这癔症古怪，没准一辈子都好不了呢。这话一出，除了顾萧，在座的所有人，包括顾淑琴在内，都在心里默默诅咒，希望萧万平的傻病永远别好。不劳五哥费心，我这癔症半年内一定能痊愈。言外之意，半年后顾淑琴就彻底是他的人了。哼，但愿如此。主位上的顾风自顾自地饮酒吃菜，不与同僚多言。偶尔有官员上前敬酒，他也只是礼貌性的微笑回应。这场宴席果然来者不善，顾风的态度已然表明立场，此行并非联络感情，而是一次明晃晃的示警。席间无人敢多言，彼此交换着眼神，杯箸起落之间竟是难以言说的压抑。顾伯爷，早听闻您酷爱书法，在下偶然寻得一物，最适合您不过了。萧万昌当着顾风的面不敢自称本殿下，姿态放得很低。殿下好意，顾某心领了。只不过顾某早就明言，今日不收礼物。顾风这老顽固出了名的清廉，想给他送礼，门儿都没有。正因如此，皇帝才最信任他。顾伯爷，在下所送并非什么贵重之物。切，不就是想当着大家的面跟你未来老丈人拉近关系吗？搞得这么神秘。顾伯爷，既然武殿下说了不是贵重之物，不如打开，让大家开开眼也好啊。是啊是啊，难得武殿下有这份心，顾伯爷就别拒绝了。场中气氛立刻热烈起来，众人纷纷劝说顾风收礼。顾淑琴也一脸期待地看向萧万昌。顾风虽然不情愿，但不好服了大家的面子。既如此，还请殿下当众打开，让大家见识见识吧。萧万昌心中大喜，立刻走到顾风面前，他一手捧着锦盒，另一只手缓缓将其打开。锦盒里躺着一支笔，笔杆发白，
笔尖黄黑相间，刻有精美浮雕。此笔名为白木刺甲笔，笔杆有铁白木制成，笔尖取自贪狼尾尖之毫，细腻而又坚韧，用它书写，字迹必然刚劲有力。这正与顾伯爷您刚正不阿的品性相对应。哇，此笔送给顾伯爷，真是再合适不过。武殿下真是有心了，能找到此等奇物，想必武殿下花费了不少心思了。顾风眼中也露出了动容之色。萧万昌这招很高明，送之笔不过重，皇帝也不会说什么。但此笔稀有，正好送到顾风心坎里，简直是宝剑赠英雄。顾淑琴看萧万昌的眼神里，也多了几分欣赏和感激。搞了半天，还是为了讨好我媳妇。顾风站起身，从锦盒中拿起那支笔，放在眼前仔细端详。看这架势，顾风显然是准备收下这份大礼了。武殿下有心了，顾某谢过。可可，瞬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刚站起来的萧万平身上。八弟，嗓子干了就多喝酒。你站起来咳嗽是什么意思？这家伙又想搞什么幺蛾子？顾伯爷，这礼可千万不能收啊！八殿下，你这话就有失分寸。你自己没准备礼物，孝敬顾伯爷，还不许别人送礼吗？就是，还说是顾伯爷未来的女婿呢。我看你一点也不上心，顾小姐嫁给你，真是辱没了。顾淑琴也嫌弃地瞪了萧万平一眼，唯有顾风不以为意。八殿下，这是为何？萧万平走到萧万昌身边，一把搭住他的肩膀。哥，我知道你生性高傲，但你也不用借此来讽喻顾伯爷。萧万昌猛地转身拍掉他的手。老八，你别信口开河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？你的傻逼没饭，可别乱说话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完全搞不清状况。你送了一支笔给顾伯爷，笔音同笔，顾伯爷刚才还拿着这笔凝视，两者加起来不就是笔势之一吗？此话一出，全场皆惊。你这解释虽牵强，但经萧万平一说，笔的意义瞬间变了味儿。五哥啊，我知道你老在背后念叨顾伯爷生性顽固，假装清高，可你也不用借着送礼当众鄙视他老人家吧。老八，你别信口开河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？萧万平挖了挖耳朵，装出一副恍然大悟又满是困惑的样子。是吗？你没说过。哦，那可能是我听错了。五哥莫怪，莫怪啊。萧万昌在争辩，反而显得做贼心虚，坐实了萧万平的污蔑。顾伯爷，在下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行了，武殿下莫怪，顾某原本也不想收礼，既然大家已经开了眼界，还请殿下收回此笔，免得旁人说闲话。顾伯爷，都坐下吧。萧万平转过头，冲着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的萧万昌，露出了一个邪魅的笑容，然后大摇大摆地坐回自己位置。淑琴，多吃点肉，你看你都瘦了。顾淑琴瞪了他一眼，想把肉夹出去。如果不想昨晚的事让你爹知道，就给本殿下把这块肉吃了。顾淑琴小脸一白，满脸委屈地夹起肉嚼了起来。萧万昌看着这一幕，怒火中烧。精心准备的礼物被你搅黄了不说，还敢在我面前秀恩爱。萧万平，你给我等着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众人都有些微醺。顾小姐，光喝酒多没劲啊，不如咱们来玩醒酒令助助兴。这一桌都是年轻人，一听要玩醒酒令，瞬间来了精神。甚好，本殿下赞成。大家说说看，想玩点什么花样？今日是为淑琴庆生，自然要以她为主。淑琴酷爱吟诗作对，不如咱们就来对对子吧。好，那就对对子。这俩人一唱一和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平日里附庸风雅，今日总算遇到我擅长的领域了。行，那就让淑琴出题，以一盏茶时间为限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坏了，老子是战略专家，不是文学博士啊，跟这帮酸秀才比对对子，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萧万昌捕捉到萧万平脸上一闪而过的不安。你个傻子，还想跟我抢抒情？小女子近日倒真琢磨出一个上联。一提到文学，顾淑琴眼里仿佛有星星在闪耀。我等洗耳恭听。蜀桌的动静成功吸引了老头子的注意。小女子的上联是烟钻荷塘柳。此联一出，
在座的年轻人都愣了一下。协警的对子，这不简单吗？你们这群小娃子可要当心啦，这对子可没那么容易对上。我去，这不就是乾隆那个千古绝对的翻版吗？虽然意境差了点，但这小妞能想出这个，也算有点才华。顾小姐，此联不难，在下已经对出。哦，董公子大才，小女子佩服。敢问下联是？诸位听好，我的下联是月照清溪影。我的下联有些类似，是风湖竹林上。好，对仗工整，意境相符，两位仁兄大才啊！萧万平一口饭差点喷出来，赶紧猛灌一口。八殿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莫非我们对的有问题？连上联里藏的坑都没看出来，就敢站出来丢人现眼，可笑，简直可笑至极。你对的好不好，不是你说了算。方大人，今日就劳烦您来评评理，我二人的下联究竟如何？二位公子，你们的下联从字面上看确实没什么问题，但要论工整嘛，那可真是八竿子也打不着边儿。此话一出，两人嚣张气焰瞬间熄灭，他们不甘心地看向顾抒情，希望能得到一丝肯定。谁知顾抒情也隐隐起身，给了他们最后一击。二位公子，我这上联确实暗藏了些门道，你们没看出来，也属情理之中。其他本想跃跃欲试的人，生怕跟着出丑。罚酒。八殿下说的头头是道，想必心中早已有了下联，不如说出来让大家开开眼。对啊，也好让我们知道自己到底差在哪了。陈文楚心里断定，一个半傻的皇子绝对对不上来。五哥，你比我年长，按照规矩，理应你先来。你以为我对不出来？五哥说笑了，你可是一众皇子中诗词造诣最高的，你若是对不出来，那还有谁能对得出？先把你捧上天，再让你狠狠摔下来。萧万昌又不傻，自然听得出萧万平的弦外之音。烟钻荷塘柳，抒情，你这上联看似普通，实则暗藏玄机。每个字的偏旁部首拆开来看，真是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暗合了五行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顾抒情的眼中满是赞许，在众人瞩目下，萧万昌清了清嗓子，缓缓开口：诸位，本殿下的下联是桃落银烁滴。此联一出，陈文楚立刻站起来，第一个拍手叫好。好，下联字面五行都齐了，五殿下才思敏捷。一众子弟纷纷跟着鼓掌附和。五殿下大才，我等自愧不如。萧万昌得意地朝众人抱拳，还挑衅地瞥了萧万平一眼，就连顾抒情也暗暗点头，只是眉宇间似乎还不太满意。就在这时，角落里传来一个醉醺醺的声音：狗屁不通。此言一出，全场瞬间安静，萧万昌脸上的得意瞬间凝固，怒火中烧。老八，你别在这发酒疯，不是你这疯子说了算。顾抒情也站起身，向主桌的方红青行了一礼，还请方大人评鉴。方红青乐呵呵地站起身：五殿下这下联儿勉强对上了，只是这落字不算特别工整。萧万昌的脸僵住了，尴尬地处在原地。工部侍郎董承立刻站出来，给自己的主子解围。方大人，五殿下能对出此联已是不简单，老夫苦思半晌都毫无头绪。他这番话不惜贬低自己，可他儿子董兴明却在一旁不屑地撇了撇嘴：哼，我爹就知道拍马屁，这萧万昌有什么好的？对，五殿下大才，我就不信还有谁能对出更好的下联。陈文楚话音刚落，就见方红青捋着胡须，露出一副高深莫测的笑容。顾抒情心中一动，向前几步，对着方红青盈盈一拜：方大人，您似乎也对出了下联，还请赐教。他这话直接把萧万平给忽略了，显然不认为一个傻子能对出什么来。是啊，还请方大人赐教，说给方大如不丢人，正好把这尴尬事接过去。方大人就别藏着了，拿出来让这些小辈们开开眼吧。顾伯爷说笑了，那老夫就献丑了。方红青离开座位，摇头晃脑地踱步。
老夫的下联是炮堆河桥镇。话音刚落，萧万昌立刻带头鼓掌。好一个炮堆河桥镇，气势磅礴，对仗工整。方大人大才，这马屁必须拍响。太子之位还不是手到擒来？然而，顾淑琴只是眉头舒展，微微一笑，并未出声。突然，萧万平举着酒壶，摇摇晃晃地走到了众人中间。以我看来，方大人此联毕竟是有了，但算不得绝对公正。现场再次哗然，所有人都觉得这傻皇子是疯了。八殿下，你竟敢质疑方大人的下联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看八殿下是真喝多了，开始胡言乱语了。老八，别喝了，几滴马尿就在这大放厥词，谁能对出更好的下联？顾淑琴眉头紧锁，看着萧万平的眼神充满了失望和叹息。你对不出来就算了，何必站出来丢人现眼？方红青却抬手压了压，示意大家安静。呵呵，诸位，八殿下说的没错，老夫这个下联的确不是特别公正。此话一出，全场皆惊，萧万昌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。哟，这老头可以啊，居然当众承认自己不行，有意思。怎么会？方大人这下联比我的好多了。这老头要是承认了，我岂不是更丢脸？老夫这炮堆河桥镇，河桥镇是名词，烟钻荷塘柳，荷塘和柳是分开的。经他这么一点拨，众人这才恍然大悟。方大人心胸，小女子佩服。顾淑琴这个举动也等于侧面证实了方红青的下联确实不公正。萧万昌愣在原地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急忙朝董承使眼色。董承心领神会，只能故技重施，再次把矛头指向萧万平。八殿下，你3番5次大放厥词，莫非你也对出了下联不成？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摇摇晃晃的萧万平身上。哈哈哈，他能对出下联？陈文楚仗着自己是国公之孙，说话毫无顾忌。他要是能对出工整的下联，话还没说完，萧万平猛地转头，眼神虽带着酒意，气势却凌厉逼人。你待如何？你要是能对出下联，还能让方大人和顾小姐都点头，我就把这桌上的酒全喝。陈文楚也是豁出去了，桌上5、6壶酒，他本就有3分醉意，真要全喝了，非得当场出丑不可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萧万平晃了晃脑袋，清了清嗓子，环视众人。听好了，我的下联是炮镇海城楼。话音落下，雅间内先是一阵死寂，随即众人的表情变得精彩纷呈。那些官员才子一个个低头沉吟，品味着这句下联。萧万昌的脸瞬间黑了下来。可恶，这下联竟然真的对上了，这傻子怎么可能？顾淑琴满脸难以置信，美目直勾勾盯着萧万平。莫非他真的胸有大才？不可能！一个得了癔症的人，哪有功夫研究这些？他一定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蒙的，一定是。众人各怀心思时，方红青突然一拍大腿，激动站起。好啊，八殿下这下联气势滔天，压过老夫一筹，而且意境深远，对仗分毫不差，堪称绝佳。老朽才疏学浅，甘拜下风。方红青此话一出，无疑给萧万平的下联盖了章，全场最佳，无人能及。萧万昌急忙看向顾淑琴，淑琴，你觉得呢？只要他不认，就算方红青夸上天，老八也赢不了。顾淑琴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复杂地看了萧万平一眼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八殿下的下联的确最佳。顾淑琴虽不喜萧万平，但终究是有原则的人，不愿为个人好恶罔顾文学真谛。这……萧万昌冷哼一声，一甩袖子，气冲冲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。萧万平慢悠悠地转向脸色憋得通红的陈文楚。陈兄是吧？不知刚才说的还算不算数啊？陈文楚涨红了脸，看向萧万昌。萧万昌刚丢了面子，哪还顾得上他，把头撇到一边，假装没看见。算你狠，喝就喝。陈文楚心一横，抓起桌上的酒壶，对着嘴就猛灌起来。一开始还气势汹汹，可怜着灌了不到5壶。哇！陈文楚胃里翻江倒海，刚吃下的饭菜混着酒水，一股脑的喷涌而出，
我。陈文楚控制不住，正好吐在了萧万昌的身上。顾淑琴见状，眉头紧锁，立刻用手帕掩住口鼻，别过头去，不敢再看。哈哈，陈兄果然豪迈，连醉酒都如此壮观，佩服佩服啊！顾萧早就看陈文楚和萧万昌不爽了，不敢得罪皇子，便把气都撒在了陈文楚身上。陈文楚又吐了几口后，两眼一翻，倒在地上，不省人事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，快把他给本王拉下去！五哥，你这浑身恶臭的，不如先回家换身衣裳，免得熏坏了大家嘛。哼，不必。萧万昌怒火攻心，竟当场将脏了的外袍脱下，狠狠甩在一边，只穿着中衣继续坐着。片刻后，萧万昌压下怒火，再次开口：“不知淑琴可还有对子？”五殿下总是让小女子出对子，未免不公。不如这次由您出上联，我等来对，可好？萧万昌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狡黠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既如此，那在下就献丑了。我这上联恰好与八弟有关，与我有关。萧万平知道对方这是要出新招了。不错，八弟先前不是住在摘星院吗？为兄灵机一动，改了个上联，供大家消遣。那就放马过来。借着酒意，萧万平豪气干云。他不信以自己后世之史还能被一个古人难住。顾淑琴再次侧目，他发现自己好像越来越看不透这个傻皇子了。那你可听好了，我的上联是摘星楼，摘星南，摘星楼上，摘星南，星楼千古，星南千古。此联一出，萧万昌嘴角上扬，得意看着萧万平。这上联明说摘星，实奉萧万平痴心妄想，命不久矣。席上不少富家子弟纷纷捂嘴偷笑。哟，这上联有点耳熟啊，这不是成都望江楼那副千古名对的翻版吗？这家伙为了讽刺我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。顾淑琴面无表情地看着萧万平。就这。见他毫不在意，众人大感意外。难道他又对出来了？老八，别光耍嘴皮子，你倒是对啊，我就不信，这么短时间内，你还能对出既工整，又能反击我的下联。那你可听仔细了，我的下联是锁龙井，锁龙井，锁龙井中锁龙井，龙井万年，龙井万年。上联摘星楼，摘星南，摘星楼上，摘星南，星楼千古，星南千古。下联锁龙井，锁龙井，锁龙井中锁龙井，龙井万年，龙井万年。雅间内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天哪，好工整啊！顾淑琴举着酒杯的手僵在了半空中，一动不动地盯着萧万平。顾淑琴反复在心中默念着萧万平的下联：锁龙井，锁龙井，这家伙真是傻子。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萧万平，这下联不仅工整，更是反击。萧万昌的脸色阴沉，眼中杀机毕现。他听懂了，这下联是在说，就算你当了皇帝，也得被我锁在井里万年。不可能，你这傻子，怎么可能？几期对处，我的上联绝对不可能。萧万昌彻底失态。我这上联琢磨了4、5个月，你一定是事先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不吃。你也说了，我是个无权无势的皇子，身边连个信得过的人都没有，怎么知道？借着酒劲，萧万平的话语虽然结巴，但逻辑清晰。再说了，堂堂五皇子府邸被人偷了上联，五哥你不怕人笑话？萧万昌被噎得面红耳赤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本殿下不信，这下联是你对出来的。坐在一旁的董新明摇晃着酒杯：八殿下，你兄长不信，你若有才学，不如再对一个下联，让他心服口服。董新明悦得看皇子相争，这两人都是情敌，有何不可？既然淑琴是我未过门的媳妇，那本殿下就以此为题，对一下联。好，姐夫好样的。萧万平让萧万昌难堪，顾萧对他态度大转弯。别乱喊，谁是你姐夫？萧万平毫不在意，清了清嗓子，朗声开口：听着，这一下联是爱淑婷，爱淑琴，爱淑婷中，爱淑琴，淑婷三秋，淑琴三秋。话音刚落，顾淑琴的脸唰的就红了。这无赖，分明是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爱淑婷中，爱淑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想到更深一层，顾淑琴脸颊发烫。下流！萧万平大笑着重新坐下。我与淑琴往后必定伉俪情深，
一见不日如隔，三秋。众人只当他喝多了说胡话，也没深究。姐夫啊，没想到你真有才学，是我以前小瞧你了。区对子，如何难倒我？姐夫，停一停，你喝多了，说话都不利索了。顾萧一边给萧万平拍背，一边得意地看向萧万昌。瞧你仗势欺人，这下被姐夫怼成狗了吧？萧万昌哑口无言，愤恨地夹肉擦汗。五哥，如何？还说我事先知道。哼，小丑一个，就你这样还想当皇帝？场面再次陷入尴尬。片刻后，顾小姐，听说您最近写了一首词？我最近并未写词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这等千古名句，顾小姐就不要谦虚了。听到这话，顾淑琴一脸震惊。昨晚的事怎么传出去了？她不知道，宝贝弟弟早就卖了词换钱。这并不是我所做。听到这句话，萧万昌心中大喜。淑琴，这不是你写的，那是谁写的？我也不知道。他当然不知道，又关你什么事？怎么不关我的事？这首词是我在梦中所得，赠予淑琴的。呵呵，梦中所得啊，老八，我看你是喝多了，别以为对上几副对子就敢往脸上贴金，这种千古名句也是你这傻子能写出来的。萧万昌在宫中早有眼线，知萧万平不读书。顾淑琴满脸困惑，本不信，但又有些动摇。五哥，我劝你别再搞什么幺蛾子，否则丢脸的还是你。萧万平感觉酒意上头，摇摇晃晃地站起身。今日喝多了，诸位自便，在下告辞了。萧万昌见状，断定萧万平是心虚想逃，想打完我的脸就跑，没那么容易。老八，你说这词是你梦中所得，无凭无据，如何让人信服？你爱信不信。萧万平转身继续往外走。站住！我看你就是心虚想逃，什么梦中所得，简直一派胡言。五殿下，莫非你知道这词是谁写的？当然，因为这首词正是我写的。萧万平缓缓转过身，用一种看傻子般的眼神盯着萧万昌。不错，正是本殿下所作。顾淑琴一脸诧异，明明是萧万平念出来的，怎么就成了萧万昌写的？但他没有立刻戳穿，只是静静地看着。那日长宁公主机里，老八也在。我与人谈论诗词时，无意中吟诵了这几句，想必是被老八侍卫听了去，转告给了他。天真的顾淑琴听到这番解释，虽然心里还有点疑惑，但已经信了7、8分。我只是没想到，老八竟然如此不要脸，为了讨淑琴欢心，竟敢剽窃我的诗词。不过我这八弟脑子向来不正常，还请诸位不要怪罪他。萧万昌这番操作，让顾淑琴更加相信了他的说辞。这下想走的萧万平是彻底走不掉了。萧万昌，你说这词是你写的，有什么证据吗？大家听听这几句词，是不是感觉少了上半阙？众人纷纷点头。不错，这首词的确有尾无头，缺了上半阙。那是因为本殿下之前一直没想到好的上半阙，但今早总算是想出来了。在场众人都明白，如果萧万昌能补全上半阙，那基本就能证明这词是他的了。五殿下，别藏着掖着了，赶紧说出来，让我们学习学习。是啊是啊，如此千古佳句，我等三生有幸才能一闻啊。小女子洗耳恭听。终于找回了场子，萧万昌心中舒爽无比。老八，你可得好好听着。萧万昌清了清嗓子，开始吟诵他憋了一天的上半阙。遥望天边明月，似解人间离愁。清辉满神州，把酒问苍穹，何处是归舟？萧万昌吟诵完毕，期待地看着众人。遥望天边明月，何处是归舟？人有悲欢离合，千里共婵娟。诸位，我这词写的如何？五殿下博学多才，我等自愧不如啊。不就能写几句破词儿，得意个什么劲？顾萧则一脸期盼地看着萧万平。淑琴，这首词你喜欢吗？虽然上半阙意境差了点，但也不失为一首好词。突然，一阵狂笑声打破了现场的奉承。哈哈哈哈哈！萧万平一手捂着肚子，一手扶着桌子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老八，你笑什么？萧万平只是摆着手，笑得说不出话。八殿下，你这是何意？淑琴，别理他，我看他八成是疯病又犯了。无病呻吟，简直狗屁不通。你说什么？
我说你连这首词的曲牌格式都不知道，就胡乱凑了个上去，还敢据为己有，简直不知羞耻！笑话，天大的笑话！萧万平这番话说的萧万昌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老八，我看你今天是不想活了。萧万昌猛地上前一步，一把揪住萧万平的衣领，挥起拳头就要打下去。不可！这里的动静立刻吸引了全场的目光。皇子互殴，这可是顶级大瓜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顾伯爷，八殿下喝醉了，都是误会。我没醉，你给我听好了。这首词的词牌名叫《水调歌头》，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音罢上阙，萧万平随手抄起桌上的一壶酒，仰头痛饮，酒水顺着嘴角流下，烛火映照下，他的脸庞显得无比高冷孤傲。哐当一声，他将酒壶随手扔在地上，脚步踉跄地环视一周。萧万平一把扯下发簪，任由一头长发在夜风中狂舞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吟诵完毕，整个庭院安静的可怕，这才是真正完整的词。说完，萧万平拖着沉重的步伐，摇摇晃晃地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。水调歌头，完美的意境，完美的词。此刻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。萧万平，你这个疯子，你给我等着！诸位，你们自便。遇到如此千古佳句，他必须第一时间回去。抒情，抒情，你听我解释。顾抒情头也不回，径直离去。萧万昌被晾在原地，尴尬至极。哼，顾伯爷，本殿下不胜酒力，先行告辞。此时不走，难道还留在这里被人看笑话吗？五殿下，别走啊，菜还没上齐呢。我这个疯子姐夫，没想到还真有两下子。主桌上，方红青长舒一口气，没想到啊，老夫一生醉心诗词，竟远不如一个后辈。这大儒之名，以后再也不敢当了。顾伯爷，老夫已无颜再待下去了，告辞。顾萧，快送方大人。不必了。主心骨都走了，剩下的宾客也觉得索然无味。一场盛大的宴会就这么不欢而散。街头巷尾、茶馆酒肆，到处都在议论。听说了吗？昨晚顾府诗会，八皇子作了千古名词。何止啊！方大儒都自愧不如，不配当大儒了。一时间，《水调歌头》这首词如同一阵龙卷风，迅速吹遍了帝都的每一个角落。陛下，老臣有事启奏。哦，方爱卿，你有何事？平日里你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。启奏陛下，老臣惭愧，特来请辞国子监祭酒一职。此话一出，满朝文武皆惊。什么？好端端的，为何要请辞？老臣才疏学浅，远不及八殿下，只会误人子弟，还请陛下恩准。老八他怎么你了？昨晚在顾府，他又发疯了。陛下切莫误会八殿下，是老臣汗颜，心中有愧呀。究竟怎么回事？百官们都低着头，不敢说话。东城，你不是也去了吗？你来说。是，陛下。董承将昨晚诗会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你说什么？老八做出了千古佳句？陛下千真万确，八殿下的才华震古烁今，无人能及。方爱卿，你是不是酒喝多了还没醒？朕的儿子朕最清楚，他懂个屁的诗词歌赋。老臣绝无半句妄言，由八殿下担任祭酒，才是我大言之幸，社稷之光啊！疯了吧？方大人为了让位，竟然推荐一个傻子。这八皇子到底写了什么神仙词句？方爱卿，你这话是不是太夸张了？陛下，老臣一夜未眠，深思熟虑，绝非冲动之言。朕倒是好奇，怎样一首词能让你方大儒做出如此举动？方红清清了清嗓子，在金銮殿上缓缓踱步。明月几时有？
把酒问青天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殿内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沉浸在这绝美的词句中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好一个高处不胜寒！老八倒是有点理解朕的苦楚。陛下，此词如何？确实算得上千古佳句。那老臣所请，就算这词是老八写的，你也不必如此。更何况，老八身患疫症，让他去国子监教书，那些学生怎么办？跟着他一起疯疯癫癫吗？那我大言岂不危矣？陛下，老臣有一法，八殿下只是白日发病，夜间便能恢复神智。可让八殿下夜间授课，让所有监生都上夜校，你可真能想。父皇，方大人，儿臣以为此举万万不能。哦，敢问三殿下有何高见？这白天休息，夜晚上课，岂非颠倒阴阳？长此以往，学子们身体如何承受？神志不清，又如何能学得尽本事？老三此话在理。行了，方爱卿，你的忠心朕知道了，但此事休要再提。是，老臣遵旨。这就对了嘛。不过老臣还有一个提议，请陛下恩准。这老家伙怎么还没完没了了？他又有什么鬼主意？方爱卿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陛下，国子监司业之位已空缺2年，老臣年迈，精力有限，无法事事周全，恳请陛下让八殿下兼任国子监司业，分担老臣的事务。国子监司业，哥现在就是副校长。方大人这波操作是铁了心要把八皇子绑在国子监的战车上。父皇，万万不可！方大人，老八那副德行，自己都顾不过来，如何能帮您做事？萧万昌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。这要是让萧万平当了副校长，以后病好了，那还得了？满朝文武都成他学生了，自己还争个屁的皇位！陛下，微臣认为国子监的官员不仅要才，更要德。八殿下虽有才情，可他这议政实在是有损官德啊！不错，若让天下学子知道我大言国子监的司业是个疯子，谁还敢来求学？届时人才流失，岂不是便宜了北凉和魏国？此举断不可取。景帝被吵得一个头两个大，陷入了沉思。陛下，老臣并非真要八殿下处理公务，若监生们有学问难题，可随时找八殿下请教。殿下依旧住在顾府，不用上朝点卯，只是挂个司业的虚职，名正言顺嘛。至于董大人担心的事，那更是不可能发生。八殿下一首《水调歌头》乃千古佳句。哦，下官倒想听听方大人的高见。相信不久便会传遍我大言，届时天下学子只会慕名而来，让他挂职司业，非但不会赶走学子，反而能吸引更多人才，此乃稳固我大言国本之良策。这番话说的有理有据，对的反对派们哑口无言。此言有理，就依方爱卿所言，封老八为国子监司业，协助你教学。萧万昌气得牙痒痒，却又不敢再多说半个字。陛下，看来今日朝上有好事发生。贤妃一边说，一边为景帝脱下外袍，摘下皇冠，顺手递上一杯热腾腾的参茶。呵呵，你们总说老八傻，没想到他竟有如此才学，朕心甚慰啊！倒是跟臣妾说说看。景帝将朝堂上的事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。天哪，没想到八皇子竟如此博学。陛下，您说他以前会不会都是在装傻？装傻？帝王多疑，贤妃这看似无心的一句话，却像一根针，深深扎进了景帝心里。陛下您想啊，自从那日坠马之后，
八殿下是不是跟以前很不一样了？景帝眉头紧锁，开始回忆。踢残老妻，烧了摘星院，抓伤德妃。景帝倒吸一口凉气，但随即便摇了摇头。应该只是巧合，朕派独孤幽监视过，并未发现异常。你多虑了，朕知道你因老妻的事对他心怀怨恨，但休要再重伤老八，他毕竟是丽妃的孩子，再胡说，朕可就真生气了。陛下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这不也是担心您被小人蒙骗吗？老八骗朕，他为何要骗朕？这个臣妾不敢妄加揣度，但有句话说得好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如果八殿下真是装疯卖傻，那他所图必定不小。景帝的笑容彻底消失，陷入了沉默。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便会疯狂生长。景帝决定必须亲自去顾府一探究竟。好了，不提此事。蓉儿的伤势如何了？已经能下床走路了。那往后还能成婚否？太医都说了，无法人道，哪家姑娘愿意嫁给他一个废人？无妨，鬼医不日即到，朕让他替老妻医治。真能治好吗？他连死人都能救活，何况区区胯下之伤。来人！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独孤幽走了进来，眼神里充满了不可思议。完了，天还没黑，水，我要水。他光着脚跳下床，冲向书案，一把捧起还没干的墨砚。喝！殿下不可！独孤幽一个箭步上前，抢过墨砚，转身倒了杯清水递过去。好喝。我还要。哎，刚才听您能正常叫人，还以为您的癔症好些了呢。好险，差点就暴露了。看来以后不能再喝酒误事了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轻轻敲响。谁？是我。苏锦莹，她来干什么？